在古代，男子16，女子12，必须婚配，否则就要罚税，严重者坐牢流放充军。这个男人刚穿越而来，就要成亲。叶秀才，你媳妇儿来了，快出来迎亲。原主母亲去世前，曾给原主定了一门亲事，今天到了成亲的日子，但我穿越过来半个月了，现在自己都吃不饱，哪里还有余粮养老婆？叶秀才，你愣着干什么呢？快把红花带上。这丫头屁股大，能生儿子。身材确实很好，但是听说她有病，什么病？冻疮、小儿麻痹、白癜风、嘴歪眼斜、大小眼。叶秀才，我可跟你说啊，你都16了，再不娶老婆，下个月村长报上去，你就是秀才也得坐牢充军。叶幕扫了他一眼，现在这战乱的年纪，王寡妇每成工作没一次，都能得到半代康，足够一家人多活半个月，所以也是乐此不疲。王婶，不是我不娶，你现在可以去屋里面翻一翻，要是能翻出半粒康，我都答应你。官人，您就收下奴家吧，我可以不吃饭，只要您愿意收留我，奴家一定好好侍奉您。你这是干什么？起来说。苏苏姑娘，不是我不肯娶你，实在是。官人，奴家可以不吃饭的，我还会织布赚钱，求求官人收留奴家。叶秀才，你看苏苏都这么说了，你还推三阻四的，还是不是个男人？我可告诉你，这门亲事要不是早就定好的，没人愿意嫁给你。叶幕叹息一声，正要说话，陈苏苏忽然娇躯一软，整个人倒了下去，红盖头也随之飘落，露出一张苍白中带着柔弱的秀美脸庞。算了，事已至此，不娶也得娶了，我也不想坐牢充军。行，我娶了，但是你得给我3碗康，最多2碗，3碗3碗，成交。送走了王寡妇，叶幕抱着陈苏苏进了房间，把从王寡妇那里坑来的3碗康弄了一锅康糊糊，先是分给小黑狗半碗，另外的则是一点一点喂进陈苏苏的口中。陈苏苏晕倒，一看就是因为吃不饱饭，长期营养不良造成的。吃了康糊糊，陈苏苏果然悠悠转醒。好点了吧？奴家感谢相公，谢谢相公大恩大德收留奴家，奴家愿意侍奉相公。好了好了，以后就是咱们搭伙过日子了，要是饿死也一起饿死好了。听到叶幕的话，陈苏苏脸上顿时露出喜色，却又黯然下来。对不起相公，奴家患有麻疹，怕是给相公添麻烦了。不碍事，我有办法能治好。闻言，陈苏苏一愣，她有些不信叶幕的话，毕竟这个世界麻疹是几乎不可能治好的。不识粉黛，但却丝毫不输前世那些明星网红的脸，好像我也不是那么抵触这桩婚姻了。简单的聊了一会儿，叶幕才知道了陈苏苏的情况。陈苏苏家里有一个哥哥，已经娶了老婆，还有一个体弱多病的妹妹。而陈苏苏本身因为有麻疹嫁不出去，若是再不嫁人，就要缴纳罚税。陈苏苏的父母无力承担，只能拿出半代康，像是送瘟神一样的找媒婆把陈苏苏送出去。没想到却便宜了家里穷的叮当响的叶幕。相公，这是奴家积攒的一些钱，给相公贴补家用。好吧，今天你给我8个铜板，以后我还你8万个。睡觉的时候，叶幕让陈苏苏先睡，自己则是拎着柴刀带着小黑狗溜了出去，跑到绿柳河边。叶幕割了一些水稗草还有柳条，麻利的编了一个小地笼，地笼放入水中。叶幕又削了一根榆木，做了一根鱼叉，拿着鱼叉在地笼周围20米的地方胡乱插了半天，可惜没有插到一条鱼。不过这周围的鱼肯定都被赶到了地笼旁边。小黑屋，给我看好了，有动静叫我。叶幕准备去下游再插一番的时候，忽然一顿，借着月光，他看到河边长着一堆艾草。用艾草煮水泡澡，可以有效的去除荨麻疹，并且往后每个月至少泡一次，基本就不会复发。不过要想根治，还需要买一些名贵的药材补身子，增强免疫力才是王道。叶幕连忙采了一大堆，眼看着快接近3更，叶幕把地笼拉出来，里面果然有了10几条手指长的小鱼，甚至还有一只巴掌大的小王八。小黑屋，我们走。相公，你怎么哭了？奴家还以为相公不要我了。我去河边抓点鱼，怎么会不要你呢？你看这里有采的艾草，还有抓的鱼和王八，明天做给你吃。王八可是大补。相公，那怎么可以？这些都是相公辛苦抓的，而且这些东西能卖上很多钱，换康吃能吃10天，要是换野菜能吃1个月呢。以后我们就吃这个，而且要天天吃这个。一切听相公的。叶幕知道他不相信，也没有解释太多，而是把鱼和王八放到水缸里面养着，丢了2条给小黑屋之后，又把艾草拿出来，直接放到锅里面煮了水。进去泡澡吧，每天泡一次，1个月后你的荨麻疹就好了。相公，这管用吗？试试，我先去外面，你泡半个时辰，穿好衣服叫我。说着，叶幕转身离开，靠在门边等着，心里在盘算着接下来怎么赚钱。不知不觉中，迷迷糊糊的睡着了。相公醒醒！怎么样，身体有不舒服吗？相公，你真是太厉害了，奴家只是泡了半个时辰，身上的麻疹就好了不少，身体现在很舒服呢。那就好，时间不早了，早点睡吧。叶幕打了一个呵欠，走进房间，把凉席拿下来铺在地上，直接躺了上去。相公，你怎么睡地上？没事，你刚来，先适应适应，早点睡吧。床上，
陈苏苏看向熟睡的叶幕，脸上时而忐忑，时而羞涩，逐渐也有了困意，迷迷糊糊的睡了过去。你在狗叫什么？叶小春，你要干什么？把王八给我放下！小叔，我再也不敢了。叶小春，你小子行啊，还敢偷东西了！要是让你爹知道，指定打断你的腿。叶小春是叶幕大伯家的儿子，去年叶幕的母亲去世之后，叶幕还去借了粮，却被叶小春的父亲叶大山赶了出来。小春啊，你也不想你偷东西被你爹知道吧？小春，王八不能给你，不过可以给你几条鱼。小春，想不想天天吃鱼？小春，只要你帮小叔多采一些这种艾草，一筐可以换3条鱼，干不干？不干算了，就是不知道你爹要是知道了你偷东西。我干，小叔，只要你不告诉我爹，我都听你的。这就对了，跟着小叔吃香喝辣，不仅有鱼吃，还有肉，还能吃上糖葫芦。看着叶小春蹦蹦跳跳的离开，叶幕满意的点点头，将鱼和王八简单处理了一下，放在锅里开始炖。那边炖着肉，叶幕开始倒腾起了院子。这满院子里一点有用的东西没有啊！这破织布机劈了烧了吧？相公，等等，织机已经不能用了。相公，都是奴家没用，不会修织机，不然奴家也可以织布赚些钱了。叶幕眉头一挑，听到陈苏苏的话，再看了看破旧的织机，一个念头顿时冒了出来，拉着陈苏苏进了房间。相公，现在还是白天，等到晚上好不好？奴家在。索索，你误会了。等下你帮我把门边那些干草放到锅里面煮一下，煮得软软的、烂烂的，然后捞出来用温水浸泡。啊，相公，奴家可以去采一些野菜，用不着吃草的。吃草？不是吃草，你相公我是要造纸。我先出去一趟，煮好后放凉，等我回来。前世的时候我就研究过造纸术，对古代和现代的造纸工艺都极为清楚。造纸要用高纤维的材料，棉麻、竹草，这4种最为常用。叶幕拎着柴刀，带着小黑屋在后山竹林足足砍了3个小时。大意了，这么多竹子，我自己怎么运回家？哟，这不是叶秀才吗？怎么跑到这砍竹子了？当饭吃还是搭茅厕啊？王叔，帮个忙，帮我把这些竹子抬回家，一人2个铜板。听到叶幕的话，几个壮汉都双眼放光。他们常年以打猎为生，可一天下来也不过赚个3、5枚铜板，而这块距离村子不远，对他们来说根本不算事。叶秀才，你说真的？先付钱，总可以了吧？成，这点活不算事。叶秀才，你说真的？先付钱，总可以了吧？成，这点活不算事。很快，4个壮汉将竹子送到叶幕家中。以后还有这么好的活叫我哈？王叔，一定。这边陈苏苏已经把干草煮烂之后，用温水浸泡在大木盆中。这些东西就是纸浆的原料之一。想要让纸的柔韧度更高，就需要这些竹子了。将竹子研磨成竹末，再放进锅中煮烂。相公，快吃饭吧，你忙了一天了。好，先吃饭吧。正要吃的时候，却看到陈苏苏束手站在一边，看着叶幕。你怎么不过来吃饭？相公先吃，相公吃完奴家才能吃。是啊，这个封建的男权社会，女人吃饭一般是不许上桌的，都是男人吃完，女人才能吃。以后你就在桌上吃。相公，是不是奴家哪里做的不好？求你别休了奴家，奴家一定改，一定好好服侍相公。这都什么跟什么啊？既然你嫁给我了，那就是一家人，不管别人的规矩，我的规矩就是一家人平等。你也辛苦一天了，快坐下吧。陈苏苏还想说什么，叶幕顿时糊起了脸。吃饭全都吃光。陈苏苏美眸有些发红，泪水无声的滑落。以往在娘家都是吃爹爹哥哥吃剩下的，热乎饭都没吃过几次。吃过了饭，叶幕继续搅拌纸浆，等到一定程度后，放上松油，盖上盖子发酵，使得纸浆更为浓稠。晚上美美的睡了一觉。第二天叶幕早早起来，把废旧的织机拎出来开始改装，忙了将近1个时辰，才把骚纸机弄好。相公，这是什么？你相公自创的骚纸机，通过手感将纸浆来回碾压，直至平均平整，变成纸张。相公，你懂得也太多了。叶幕微微一笑，便开始了做纸的工作。小叔，草来了。挺好，索索，给小春去厨房端碗肉汤吧。今天没有了，明天你要是还能拿艾草来，还有1碗肉汤。大棒加甜枣，叶小春从这一刻开始就完全成了叶幕的长期童工。第二天，叶幕挑了3张已经晾干的纸，用了2个小时走到县城。叶幕看到了一间书斋，书斋内纸质的书只占一小部分，随便一本书都要5两银子以上，按照换算，5两银子大约可以换5000枚铜板。客官随意观看，想买什么书直接取来就是。掌柜的，你这有纸卖吗？读书人，你也能用得起纸。你这里纸多少钱一纸？300文一次，不还价。你买多少办吃？我的纸只要100文，你要不要？我这些字进货都要260、70文一次，他是怎么敢卖100文的？我全要了。不好意思啊，我不卖了。
哎呀，秀才，等一下，公子无怪，是老朽眼拙，这里给公子赔罪了。150文一张，不还价。老头一张脸顿时有些涨红，这话分明是刚才他说过的。成交。就是因为我狗眼看人低，害得白白多花了150文。叶幕卖完纸张，头也不回的离开。公子常来。路过热闹的集市，叶幕不仅买了肉和米，还给陈苏苏带了一根稍微普通的发簪，外加2根糖葫芦。直到傍晚时分，叶幕才回到家。院子内，陈苏苏仍旧在卖力的烧纸，院子里已经密密麻麻的挂了不少纸。相公，你回来了，累了吧？奴家这就去做饭。还是我来做吧，你累了一天了，先休息一下。哦，对了，这个是送你的。叶幕将发簪和糖葫芦递给陈苏苏，自己则是背着肉和米进了厨房。叶幕却不知道陈苏苏在想什么，在厨房忙活一通，便端着红烧肉出来，就看到陈苏苏似乎是刚刚沐浴完，湿漉漉的头发上面插着簪子。相公，好看吗？很美，来，先吃饭，让你尝尝红烧肉。娘子，请。第一次吃到美味的红烧肉，陈苏苏居然哭了起来，弄得叶幕又是一阵安慰。饭后，陈苏苏打了一盆热水放在叶幕面前。相公，你累了一天了，奴家服侍你洗脚吧。不用，我自己来就好。相公，是奴家哪里做的不好吗？奴家愿意改。苏苏这种卑微的性子，还真不是我一时半会可以改变的，看来只能以后慢慢的潜移默化才行。拗不过陈苏苏，叶幕也怕了女人哭，只好任由陈苏苏帮自己洗脚。洗完了脚，叶幕直接躺在了床上，陈苏苏俏脸顿时红了起来。相公，奴家服侍你睡觉吧。那个，你睡床吧，我睡地上就行。哼。那个，我最近不太舒服，需要接触地气才能治疗。真的？不错，只有吸收地气，我才能身体健康。那奴家就陪相公一起睡在地上吧，嫁鸡随鸡，怎么能让相公一个人睡在地上呢？说着，也不管叶幕同意不同意，就把床铺都搬到了地上。就在这时，一只柔弱无骨的小手忽然伸过来，放在了叶幕的胸口。她可是我明媒正娶的老婆，就算放在前世也不犯法。叶幕给自己打气，翻了个身，就要化身为狼。就在这时，外面不合时宜的传来了声音：小叔，你睡了吗？我给你拿草来了。你在狗叫什么？小叔，你看，这是我捡的野兔，怎么样？我厉害吧？我的兔子。小黑屋干得漂亮，这野兔正好可以给陈苏苏补身子。等着。叶幕丢下一句话，拎着野兔进了厨房。再出来的时候，手里多了一碗米饭和红烧肉。小叔，这是肉，尝尝。不到5分钟，一碗肉和一大碗米饭就被叶小春造得一干二净，甚至连碗都舔得干干净净。好吃吗？小叔，这肉太好吃了，我一辈子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肉。小叔不白拿你的野兔，这根糖葫芦是你的了。小春，以后艾草可以不用采这么多，不过如果有蘑菇之类的东西，可以给小叔，小叔按市场价给你钱。小叔你放心，我一定给你弄来。看着叶小春脚步飘忽忽的离开，叶幕赶紧回到卧室，却发现陈苏苏已经睡着了。第二天吃过了早饭，叶幕就拿着钱袋出了门。绿柳村有200多户人家，大多数都是以种田、打猎、捕鱼为生。叶秀才，这是干什么去？王叔，今天来是想请你帮个忙的，不知道能不能帮我运几棵树回家，这是工钱。放心吧，你王叔别的没有，就是有一把子力气。不过这树我一个人怕是不太好弄，你看要不要再找几个人？当然可以，王叔你来找，一棵树5个铜板，我要10棵差不多，要桦木。好嘞。将树的地点告知，还有数量等等安排完毕，叶幕回到了家。刚一进院子，就看到一个大约30多岁的妇女拉着陈苏苏的手在说话。相公，这位是？相公，这是我表姐杨彩凤，几年前嫁到东河村去了，今天来是给我送一点布。多谢表姐。没什么，只要你们能好好过日子就行。苏苏，有什么缺的用的就去东河村找我。杨彩凤拍了拍陈苏苏，又向叶幕告辞一声，转身离开。苏苏，表姐看我的眼神有点不对啊，表姐说什么了？相公对不起，表姐她还不了解相公，所以说了一些不好听的话。以前的叶幕好吃懒做，除了读书屁本事都没有，杨彩凤肯定以为我还是那个穷秀才呢。苏苏，看着我的眼睛。苏苏，我要你明白一点，我们是夫妻，是以后要相濡以沫走过一辈子的人，所以你不用怕我，要对相公我有信心，我答应过你，要让你餐餐吃肉，不用再受苦。奴家相信相公，一切都听相公的。刚才表姐说她家男人经常打她，相比之下，相公到现在都没碰过奴家。傻丫头，我为什么要打你？我相信相公不会的，奴家会听话的。叶幕心中一阵感动，抿了抿嘴唇，正要俯身的时候，背后忽然传来了一个不合时宜的声音：叶幕，你小子混蛋！叶大山，你有病！我早就和叶大山没有什么往来了，只有叶小春这几天帮我做事，不过我也没亏待叶小春，无论是吃的还是钱，都是足斤8两。叶幕，你他妈别跟我装傻，
你哄骗你侄子给你干活，给你采了2筐艾草，还有1只野兔，就给那么2个铜板，你他妈亏心不亏心？你还是不是人？你不想要的话，可以给我。还有1碗红烧肉，1碗精米饭，还有1串糖葫芦，还有1碗王八炖鱼汤。就算是30枚铜板吧，多的零头就算了。你放屁，叶幕，你也不照镜子看看，你能吃得起肉？我告诉你，今天你不拿出个说法，我跟你没完。爹，其实小叔，给老子闭嘴！再胡说八道就抽烂你的嘴！那你就在这站着没完吧？要是你累了，可以坐在凳子上没完。我要去睡觉了。叶幕拉着陈苏苏回到了房间，叶大山站在门口，气得一张脸发黑。这叶幕居然跟换了个人似的，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好像比我还无赖。叶幕，你给我等着！都是你这不争气的玩意儿，看我回去补揍你！相公，他不会再来找麻烦吧？要不我们走吧，我们去9条村，我爹还有兄长都很能打，不怕他。不会的，他也只是叫唤2声罢了，不用放在心上，我们过自己的日子就好。送走了叶大山，叶幕转头就把这件事抛在脑后，继续造纸。造纸的基本工序复杂一些，主要是原料的加工，机器也需要改进。用了足足3个小时的时间，叶幕画完了造纸机的构造图。叶秀才，木头我们给你扛回来了。索索，去拿1桶水，放上3勺盐。叶幕看到10根桦木，笑得合不拢嘴。这10根木头，按照叶幕的计算，大概可以做3台造纸机。不过这个木匠活又是一项浩大的工程。王叔，辛苦你们了。谢谢叶秀才，叶秀才真是大方啊！大家喝点盐水吧，保准等下不累。叶秀才，我们喝凉水就行，你放盐干啥？那不是越喝越渴吗？再说盐又不便宜。是啊，还是凉水喝着痛快。你们刚刚出了一身汗，本身身体里面就缺少盐分，要是现在就喝很多凉水，不仅容易生病，还更容易累。不信你们可以试一下。听到叶幕的话，王三等人都有些迷糊，不过还是听了叶幕的话，一人喝了几碗淡盐水。王叔，您以前做过木匠活是吧？那是，以前跟我大舅子去县城里面给一个员外做过木匠，一天不少钱呢。谁还做过木匠？我也会，我没做过，不过我见过，能算我一个不？王叔，这样你带着他们，工钱呢？我按照每人每天10个铜板算。王叔，你能者多劳，一天20个铜板。叶秀才，你说一天20枚铜板，20枚铜板可以让一个人吃上10天饱饭，如果省着一些，活上1个月都没问题。这可是1天的工钱啊！童叟无欺，我可以提前发放，不过我声明一点，一切都要听话，按照我的要求做完木工活，甚至以后有其他的活，大家也是优先考虑。干理，谁不干谁是蠢蛋。你放心，你说干啥就干啥。几个大汉兴奋地离开，还感受着恢复了不少的体力，对叶幕说的喝盐水解疲乏这件事也赞不绝口。就在这时，门口来了几个大汉。叶幕，你个狗日的给我出来！我看你今天怎么……王三、刘二，你们怎么在这？你们也是来找叶幕麻烦的？叶大山，怎么回事？你要找叶秀才的麻烦？我找他麻烦又怎么样？关你屁事！难不成你们还要给这个穷秀才出头不成？王三等人同时沉了下来。叶幕现在就是他们的衣食父母，叶大山找麻烦就是砸了他们的饭碗。叶大山，我劝你早点滚蛋，否则别怪我不客气。谁要是敢动叶秀才，就是跟我王三作对。叶幕给了你们什么好处，还给他出头？今天叶幕我收拾定了，天王老子来了也不好使。叶大山，你敢砸老子的饭碗，老子今天不干死你都对不起自己。兄弟们，上！随着王三的挥手，猎户团队和庄稼汉团队陷入混战，有了人数的优势，叶大山一群人顿时被揍得哭爹喊娘。就在这时，叶幕走出来，怎么回事？叶大山。叶幕一愣，随后看了看也挂了不少彩却满脸笑容的王三等人，顿时明白了怎么回事。都是邻里邻居的，干嘛伤了和气呢？王叔，快把他们扶起来！叶幕和王三等人把除了王大山之外的几个人都扶了起来。实在不好意思，让你们受苦了。这是1点医药费，拿去买点药擦一擦，别留下什么后遗症。大家都是有老婆孩子、爹娘要养的，和气生财嘛。被叶大山叫过来却被狠打了一顿的几个人，顿时有些不好意思的低下头。我们真是糊涂，一个个身强力壮的汉子，居然合起伙来欺负叶幕这个柔弱书生，人家还不计前嫌，还给自己钱。好了，都回去吧，有什么问题尽管来找我，都是邻里乡亲的。把他也抬回去吧。看到叶大山等人都走了，叶幕才看向王三等人，你们怎么样？不好意思啊，叶秀才，没经过你同意就和他们干了一架，你看把你门口的东西都打坏了。无妨，各位也都辛苦了，这些钱拿去买些药擦拭一下吧。感谢叶秀才。第二天，叶幕带着10张纸去了县城，仍旧是走了2个小时。到了县城，脚底板都有些发酸。公子您来了，上次的3张纸，我加价了100枚铜板，很快就卖了出去。这位可是我的财神爷啊！公子请坐，老朽这就奉茶。不用麻烦了，一共10张，1500枚铜板。
公子可否让利一些？这1500么实在是……那就1600好了。1500没问题。生怕叶幕再搞出什么幺蛾子，老头连忙答应下来，背着沉甸甸的铜板。叶幕出了门，迎面走来2个女子。看什么看？不知廉耻！我就看了2眼，就是不知廉耻了。这狗屁封建时代的规矩，真是有毛病。小姐，这个书生好无礼，盯着你看了好几眼。无碍，不去理会就好。小姐，您怎么来了？孙管家，辛苦你这段时间在这里坐堂了，等家里物色到合适的人选，再把你替换回来。小姐这是说的哪里话？老朽一家都是将家活命，这点是不算是。女子点点头，正要开口，却看到桌案上面的纸。孙管家，这纸好像不是黄局出的吧？小姐好眼力，这只是老朽最近收上来的一张纸，要150么铜板。黄局进来的纸，我们的成本要260么铜板。这一来一回，我们一张纸最少可以赚上100文。这是哪里进的纸？这造纸的成本可不便宜，不仅需要丝麻等物，还要一些珍贵的材料。这150文的纸是怎么来的？是一个书生拿来的，之前拿了3张，今天又拿了4张过来。书生？没错，那书生刚走，就是刚才还和小姐说话的那个。婷儿，快追，快追上那个书生！小丫鬟一愣，还没反应过来，女子却亲自跑了出去。只是这大街上人来人往，叶幕早就没了影子。小姐，这个书生有什么问题吗？孙管家，下次如果这个书生过来，你务必把他留住。如果他赶时间，你就给他200枚铜板一张，最少也要问清楚他住在哪里。小姐，这是为什么？我知道，刚才那个书生轻薄小姐，小姐肯定是要稳住这个流氓，然后报官抓起来。婷儿，慎言，胡说什么？这个书生既然能弄到这些纸，那么肯定有方法。如果我们找到这种方法，岂不是就可以自己做纸了？哎呀，都是老朽糊涂，还是小姐英明。小姐放心，下次等他来，老朽肯定要留住他。叶幕没有着急回家，而是买了不少食材和一个推车，还买了几尺稍微好一些的布，用来给陈苏苏做点衣服。叶秀才回来了。相公，你回来了。休息片刻，陈苏苏拿了一件粗布做的衣服递给叶幕。相公，这是奴家做的衣服，相公看看是否合身。看着针脚密布的外衣，叶幕心中一暖。多谢娘子，这是给你买的布匹，做一身新衣服吧。多谢相公，相公对苏苏太好了，奴家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相公才好。还用得着说什么感谢？我是男人，养家糊口是我该做的事。还有，以后不许下跪，知道了吗？奴家记住了。叶幕松了一口气，走到厨房里面开始忙活。半个小时后，浓郁的香味飘出来。王叔，叫大家休息一下，洗手吃饭。这么多米饭，老子这辈子才吃过1次米饭，还只有2口。这是猪肉吧？这得多少钱？不用多说，几个大汉同时风卷残云的吃了起来。吃到一半，王三忽然看向叶幕，有些不好意思的开口：“叶秀才，你看我能不能少吃一点，等下给老婆孩子带一点。”其他几个人也看向叶幕，显然是众人都有这个想法。可以。吃完了饭，工人们回家了。叶幕简单洗漱了一下，直接栽倒在竹席上，闷头大睡。陈苏苏看到睡在地上的叶幕，眼神忍不住有些哀怨起来。唉，嫁给相公有好几天了，可相公却一直没有碰我，是嫌弃我吗？就在这时，外面忽然传来了小黑屋急促的叫声。陈苏苏打开门之后，就看到白天打好的木料，此刻燃起了火苗。相公，走水了，走水了！喝水就喝水呗。走水，着火了，救火。相公，家里没水了，这可怎么办啊？救火啊！旁边的邻居家，一个憨厚的青年端着大半缸水跑过来，连水带缸都砸进了火场中。原本熊熊燃烧的火势，顿时就灭了不少。看到有效果，青年回去又搬出来一个缸，里面还是半缸水，全都砸了进去。一场大火就这么灭了。我们2口子半天搞不定的火，这么简单就灭了。叶哥，你们没事吧？没事，胡子，今天谢谢你了。胡子是叶幕家的邻居，原本小的时候2人玩的也还算不错，可后来随着原叶幕读书之后，整个人都清高了不少，所以几乎就断了联系。叶哥，没事的话我就回去睡觉了。胡子，明天早上过来找我。好嘞。第二天一早，看着满目狼藉的院子，叶幕独自开始收拾。就在这时，胡子也从隔壁过来。叶哥，起得那么早啊？我帮你收拾。叶幕笑了笑，没有拒绝。没有多久，院子里面的木头就被清理干净了。胡子，过来吃饭。叶哥，你那么早吃饭啊？你自己吃吧，我不饿。嘿嘿，等会儿我得跟我爹进山打猎去，山里面有果子什么的，也能填饱肚子。跟我客气什么？来，我们去厨房。那好吧，一会儿我少吃一点，不然叶幕怕是自己都不够吃。吃，能吃多少吃多少。叶哥，太好吃了，我这辈子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饭。你想吃的话，跟着我干，天天都有。真的？干啥？要是能吃到这样的饭，也不用天天，1个月能吃上那么1、2次，俺就跟你干，你说干啥就干啥。胡子，这是赔你的钢钱，拿回去给你爹也有个交代。
胡子一愣，正要推搡的时候，外面却传来一个带着怒气的声音：“张虎，你给老子滚出来！两口缸啊，家里的两口缸都让你这败家子痞砸了，看我今天不打断你的狗腿！你小子还敢出来，还跟这个穷秀才混在一起，你想干什么？还不滚过来！”爹，你喊啥？昨晚叶哥家着火了，你又不是不知道。再说了，叶哥也给我钱了，还请我吃了肉。你小子哪来的钱？你考上状元了？张老大也是憨厚人，之前的叶幕穷的连饭都吃不起，还隔三差五的到他家去借粮，每次虽然都骂骂咧咧，却多少都给一些，这才没让叶幕饿死。张叔，状元倒是没考上，不过做点小生意，你放心，钱都是正正当当得来的。要不是看在你老子的份上，老子早就教训你了，早点干活也好，别做什么状元梦了。虎子，跟老子进山！我不，爹，叶哥说了，让我跟他干，天天有肉吃。干什么干？叶幕能养活自己不错了，还能养活你？你这么大的体格子，一天得吃多少饭？赶紧跟老子打猎去！张叔，不用着急，胡子跟着我，保准能吃饱饭，而且我一天给他10个铜板，怎么样？叶幕，你可不能扒瞎，一天10个，你做土匪吗？提前预付，要是我没给，就让胡子和你一起打猎去，我不拦着。经过一番劝说，张老大这才将信将疑的点点头，拿着30个铜板回到了家。这30个铜板对于他来说，父子2人上山要打猎7、8天才能赚到。这时王三等人也到了叶幕家。叶秀才，这是怎么了？着火了？没事，等下王叔你带着他们再去伐木。昨天大家都做过木工活了，应该知道伐什么样的木头合适。胡子，你拿着这些钱去一趟县城。叶哥，去县城干什么？去帮我买20斤粗粮，50斤福康，再买10斤猪肉，最后再买1口大锅。推车在那边。胡子点点头，出门推着车离开。叶幕和陈苏苏也开始吃饭。这时门外传来一个弱弱的声音：“小叔，你在家吗？”相公，奴家有句话不知道该不该说。夫妻之间没有什么不能说的。奴家觉得昨天的火是不是叶大山放的？毕竟昨天相公的人才打了他。叶小春来是要干什么？这只是猜测，没有证据，先不要乱说。叶大山无赖，和叶小春没有关系。叶幕说完，起身开门，就看到脸颊有些肿胀的叶小春瑟缩地站在门口。小叔，小春，进来吃饭。说着，叶幕拉着叶小春到了厨房。陈苏苏那边也给叶小春盛了饭。对不起，小叔，我不该跟父亲说我在这挣钱的事的。说与不说都没有关系，小叔也没有怪你，以后想吃肉就来小叔家。小叔，你放心，我一定给你找蘑菇。叶小春脸上重新恢复笑容，大口吃完饭，开心的离开。叶幕开始规划起来院子。本来想着把院子改成工厂，但是昨天的大火太危险了，万一人出事，就一切都没有了。如果去村外建设工厂，这样安全性就有了保证。中午，王三等人气喘吁吁地扛着木材回来，胡子也推着车子满载而归。工人们围在一起，兴奋地喝酒吃肉，高呼过瘾。另一边，叶幕和陈苏苏单独吃饭，陈苏苏却有些食不下咽。苏苏，怎么了？有什么事？看着相公这么忙，奴家却帮不上什么，实在是对不起相公。你已经做了很多了，苏苏，你识字吗？陈苏苏微微点头，却又摇摇头。奴家小的时候有个邻家的姐妹，曾经教过奴家识字，只是时间太久，奴家记不得太多了，对不起相公，都是奴家没用，帮不上相公。没关系，现在不会，可以慢慢学。将来我们家业越来越多，就需要一个最贴心的人帮忙管账了。只要你愿意学，以后每天我都教你，用不了多久你就能做好了，我相信你。我愿意，只要能帮上相公，奴家做什么都愿意。吃过了饭，叶幕把胡子喊了过来，两人一起出去。胡子，村子附近有没有什么平坦的地方？咱们村周围不是山就是河，稍微平坦的地方都种了田了。那岂不是就没地方了？那还怎么建厂？难不成还要在自己家建厂？叶哥，你要平坦的地方干什么？叶幕没回答，而是和胡子一直走到了村边，抬眼望去，一片土地，大约有5、6亩的样子，在外面就是绿柳河。胡子，这块地是谁的？还能是谁的？李长顺的呗。他这个恶霸村长占了最大的一片地，貌似和县衙里面的老爷还有着亲戚关系。看来这地是买不了了，就算他肯卖，怕是也要狠狠地敲诈我一笔。我可不想当这个冤大头，大不了挣钱了以后去别的地方建厂，先回去再说。刚走到家门口，就看到一伙人和王三等人对峙起来，而对峙的正好是刚才念到的李长顺，还有昨天被打的叶大山也在其中。李长顺，我们干啥不关你事，也没吃你家的米，你管不着。万三，你有种了，现在敢跟我大呼小叫了啊？信不信老子收了你们的地，让你一家饿死？什么人在我家门口狗叫？叶秀才，你找这么多人在你家，又是伐木又是做反的，你要干什么？聚众造反吗？大卫律法，聚众造反者诛9族。说的真是太好了，只不过你哪只眼睛看到我造反了？是左眼右眼，还是你的皮眼？
叶幕，以前看在你是秀才的份上，不跟你计较，你现在蹬鼻子上脸了是吧？告诉你，老子明天就能让县衙过来抓你坐牢。老子说你造反你就造反，不过嘛，要是你肯赔偿的话，那就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了。这几天叶幕给王三等人吃肉发工钱的事，早就传遍了全村。李长顺心里也羡慕，没想到叶大山找上门来，正好就给了李长顺一个找茬的理由。好啊，你要多少？少了500个铜板，你就准备进牢房吧。500个铜板，我一共就还有400多个，哪里来的500个？你这还让我怎么活啊？看在同村你又是秀才的份上，那就400个好了，赶紧把钱拿出来。钱给你，我怎么办呢？我又没有地，要不把你家村东头的地租给我吧？我的地不少，租给谁都是租。既然这个酸秀才想要租，那就租给他，到时候连租金带粮食都收上来。姐，你给钱，以后那块地就归你种了。先说好，等秋天打了粮，我可是要70%的。叶幕欣然同意，当下回到房间中拿出400个铜板，并且写了一份租地契据。李长顺得了钱，美滋滋的带着人离开。叶幕，我看你这回没钱了，还怎么嘚瑟？哼！叶秀才，让我们跟他们干一场多好，这可是400个铜板。叶秀才，这样吧，你说要干什么，我们帮你干几天，不要钱了。对，不要工钱。不要紧，大家继续干就行，工钱照发，每天有肉吃。王三等人一愣，难道叶幕还有钱？不过叶幕没说，王三等人也不好问，只好继续干活去了。叶哥，要不要我晚上去李长顺家里把钱给你拿回来？你放心，我在山里都偷过野猪的崽子，他李长顺根本抓不到我。偷什么偷？不许偷，老实在这待着。回到房间中，叶幕脸上露出笑容。我吃亏了吗？这400个铜板可是换来了一张地契。打开纸，叶幕小心地把李长顺按手印的地方裁剪下来，然后又重新拿了一张还没干透的纸，小心地弄开缺口，把李长顺的手印纸放在了上面，水重新打湿边缘，按压，不多时，2块纸就逐渐合在了一起。真是想瞌睡就来了枕头。如今有这个造假的技术，我完全可以制作一个土地转让的契约，到时候再想办法把李长顺家里的那块地契弄来，这块土地就以400个铜板的价格转让给了我。叶幕没有一点心理负担，反而觉得自己是为民除害。只不过李长顺这种人总归是个祸害，要想办法尽早把他撸下去或者除掉才行。收拾了一下，叶幕装好了30张纸，带着胡子向着县城走去。刚到县城门口，就看到一队骑着快马的人从县城内冲出。这肯定是哪家将军的公子，真威风啊！怎么，你想参军？俺可不参军。现在大卫和北方王庭天天打仗，隔壁村的二牛就是去参军，结果一去不回，听说是战死了，就连抚恤金都没有，他娘都因为这件事死了。俺可不想俺爹俺娘出事，俺还没娶媳妇儿呢。进了县城，叶幕直接扔给胡子10个铜板，让他随便逛逛。半个时辰之后，在县城门口等他，自己则是背着纸去了书斋。公子您来了，公子还是要买字吗？这回是多少张？30张，一共4500个铜板。实在不好意思啊，公子，小店没有那么多铜板，公子可否等我一些时间，我这就去不远的钱庄兑换，请公子稍后。叶幕点头答应。之所以需要铜板，主要还是因为花的方便，他也没有多带，而是去集市逛了逛。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今日我父女2人借贵宝地卖艺，望诸位有钱捧个钱场，没钱捧个人场，拜谢了。婷婷，来。只见10来岁的小姑娘举起一个铁锤，猛地砸了下去，巨大的撞击力使得石板4分5裂，但男人却能完好站起来。表演完毕，小姑娘端起一个罗盘，向周围的观众索要打赏。谢谢公子。看完表演，叶幕回到书斋，看到老板已经回来，换到了。老板点点头，一招手，旁边的小伙计顿时拎出一个袋子，里面沉甸甸的全部是铜板。公子，一共是4500个，您数数。不用说了，我季先生告辞了。哎，等下公子，不知道公子住在哪里？这么多铜钱带着怕不是很难全，我让人送您回去吧。多谢好意，心领了，我带着人就不必劳烦了。看着叶幕离开，老头有些颓然地坐在了凳子上。真是不巧啊，小姐有事不在家，这个小伙子又油盐不进。你跟着这位公子看看他住在什么地方，记住不要让他发现你，知道了吗？小伙计点点头，连忙走出去追在了叶幕身后。叶幕自然是不知道老头已经安排人跟着他。胡子，你这买的什么东西啊？给俺娘买了一点粗布，俺娘的衣服都补丁落补丁了，又买了点肥肉，俺娘俺爹也有大半年没吃过肉了。有孝心。2个人推着车一路走出县城，小伙计不紧不慢地跟着。走了一会儿，叶幕忽然脚步一顿。叶哥，怎么了？累了的话你上车，我推你走。没事，你先走吧，到前面河边的时候等我。胡子哦了一声，推着车先走。叶幕放缓脚步，时不时的还钻进旁边的树林里面鼓捣着什么，好一会儿才出来。一段不到2里的路，叶幕走了1个小时，不仅他累，后面的小伙计也累麻了。后面几次都没有跟进树林，最后一次，叶幕钻进旁边的树林，就从里面绕了过去。外面的小伙计始终看不到叶幕，气得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经过了一番折腾，叶幕和胡子终于到了家，把铜钱搬进房间藏好之后，叶幕才出来看了一眼。叶秀才，你看木材都做得差不多了，天色也不早了，大家休息一下，一会儿吃饭。众人喜笑颜开，他们平常一天只吃1顿饭，可到了叶幕这里，不仅有肉吃，而且还能吃2顿，让他们都有些感恩戴德。你休息一会儿吧，我来做。相公也累了一天了，还是奴家来吧。见拗不过陈苏苏，叶幕也只好作罢。不过叶幕忽然有了一个主意，晚饭后，叶幕便开始打听起来。苏苏，你表姐在东河村是做什么的？表姐的男人是种田的，偶尔也会捕鱼什么的。只是听说表姐的男人以前在北方参军，后来断了一条腿就回来了，家里的担子几乎都压在表姐身上，不仅要种地采野菜，还要像男人一样上山打猎。比起表姐来，奴家可以说是没用了。我看这样吧，把表姐请过来，每天就负责做饭，还有收拾家务，一天给表姐10个铜板，你看如何？相公，你说真的？表姐若是知道了，肯定会高兴。谢谢你，相公。叶幕咽了一口唾沫，正要俯身的时候，外面传来了一个熟悉的声音：“小叔，小叔，你睡了吗？”下次能不能白天来？对不起哦，小叔，我下次肯定白天来。小叔，我这次是采了不少蘑菇，还有野菜，你看行不？看到装了半筐的蘑菇，叶幕眼神一亮，里面有不少蘑菇的种类。不错，这些东西，小叔给你10个铜板吧。我爹忙活一天，怕是也赚不到3个铜板，而我一天都能赚10个了。叶小春离开后，叶幕把蘑菇都处理了一遍，这才回到房间，却看到陈苏苏已经躺在床上睡得好像小猪。天杀的叶小春！第二天吃过饭，叶幕把之前做好的纸都整理好收集起来，还剩下50张纸，一共还能卖出7500枚铜板，折合银子就是7两半，在这村里也算小富豪了。叶幕又从架子上拿起了竹简翻看，除了之前叶幕留下的记忆之外，还有就是这些竹简里面也有不少记载的事。不知道看了多久，外面传来一阵脚步声，是王三等人来了。王叔，今天能做到什么程度？怕是还需要2天之后才能进行最后的组装。2天就2天，王叔，这里可是交给你了。叶秀才，你放心，保证完成。叶幕点点头，带着胡子出了门。2个人来到村东的河边，看着这条河，叶幕不由得嘴角上扬。一旦这里建了厂之后，这条河不只能够直接向厂里供给水源，还能起到一个防护的作用。叶哥，你把这块地租了，等到秋天，李长顺肯定不会给你3成，说不定他全都收走。胡子，一会儿你找几个人来测量一下这块地的大小，然后再找几个人把这块地的种子都挖出来，告诉他们每个人每天5个铜板。好，走吧，先回家。叶幕说了一句，正要离开的时候，有一个身影快速地奔跑过来。这不是李长顺的傻儿子李小璐吗？他怎么跑出来了？李傻子干什么去了？胡子哥，有老虎，山里面有老虎，俺爹说打死老虎扒皮给俺做衣服穿，我就不傻了。赶紧滚蛋，别听你爹瞎说。等等，你刚才说山里有老虎？俺想自己去打老虎做衣服。快回去吧，老虎会吃人的。听到叶幕的话，李小璐顿时露出恐惧之色，慌忙点点头，然后快速地跑开。这个大傻子，叶哥，别听这傻子胡说，这么多年了也没听说有老虎，这山里的老虎都在深山里面，我和我爹打猎的时候最多碰到过狼。叶幕略一沉吟，把这件事暂时压在心里，和胡子回了家。叶秀才，你老婆让我告诉你，她去邻村表姐家了，让你不用担心。叶幕点点头，心里却有些不安。这里距离邻村不算太远，2个小时就能走1个来回。只是刚才李小璐说的老虎出没，让叶幕心里面有些没底。胡子，你爹呢？我爹上山打猎去了。什么时候回来？不一定，有时候3、5天就回来，有的时候要半个月才能回来。反正在山里面也不怕饿着，晚上睡觉直接找个大点的树把自己绑在上面，也不怕什么狼之类的东西。胡子，你带上家伙去趟东河村接我老婆回来，沿途保护她的安全。行，我这就去。王叔，你们往常上山打猎的时候有没有看到过老虎？这附近没有老虎，我们往常都是在附近的山头转悠，老虎都在更深的山里面，很少出来。我爹活着的时候见过一次，也被藏在了树上，老虎没发现，捡了一条命。那老虎会下山吗？别的地方倒是有过，咱们村没听说过。山里面有吃有喝，老虎也不愿下来找死。以胡子的身手，就算是碰见了老虎，也能带着陈苏苏爬上树，一时半会肯定没问题。不过还是有必要做一些准备。回到房间，叶幕拿出纸笔，开始写写画画，一直到了傍晚，房间门忽然打开，陈苏苏和表姐杨彩凤走进来。相公，表姐来了。看到陈苏苏回来，叶幕松了一口气。表姐，快请坐。之前的事，苏苏都和你说了吧？都说了，你放心，以后我多干点。苏苏身子骨弱，让她多休息。那我就放心了，表姐以后就辛苦你了。不碍事不碍事，苏苏专门接我过来，还给我安排伙计，看来叶幕是个好男人啊。安排妥当，陈苏苏和杨彩凤就开始做饭。看到厨房里面的米和肉，杨彩凤顿时瞪大了眼睛。苏苏，你们这怎么吃这么多肉？
表姐，这些都是相公赚来的。相公说了，只有吃饱喝足，才有力气干活，所以尽可能的让大家伙每天都吃上肉。苏苏，你老实说，你家男人到底是干什么的？他是不是中了举人了？买这些木不是中了举人之后的赏钱？相公做了纸卖钱，很贵的哦。另一边，叶幕看着纸上的草图，忍不住发出了得意的笑声。冷兵器之王狙击弩即将问世，如果有合适的材料制作，就连5毫米厚的钢板都可以射穿。不过现在只能用竹子、牛筋等一些东西制作，可就算是这样，也足以对大体型的野兽形成威胁。把图纸收起来之后，叶幕就走出门，看了看四周，却眉头一皱。王叔，胡子呢？他中午不是出去了吗？还没回来。叶幕心中顿时有了不好的预感，连忙走进厨房。相公，饭已经做好了，可以吃饭了。中午我让胡子去接你，胡子呢？没有啊，我和表姐是结伴回来的，没看到胡子。难不成碰见老虎了？相公，怎么了？没事，叫大家吃饭吧，我出去一下。话音刚落，外面忽然就传来了胡子的声音：“叶哥，我回来了。”胡子一身衣服破破烂烂，手里拎着一把柴刀，蓬头垢面。叶哥，被你说着了，真有老虎，那傻子没骗咱们。叶幕看了看胡子全身上下，虽然脏兮兮，却没有伤口，顿时松了一口气。具体怎么回事？俺中午过去的时候，路边就看到了一坨老虎的粪，俺就想看看，就沿着粪往林子里面走，走了大概有半个时辰，老虎就出来了。还好俺机灵，一下子爬上了树，那老虎爬不上去，就在下面等着俺，一直到刚才，老虎估计是饿了，看到有个兔子路过，就去追兔子了，俺这才捡了一条命。坏了，老虎都出来了，这村里得准备好，不然进了村伤人怎么办？得赶快通知李长顺，让李长顺通知大家。告诉什么？李长顺早就知道了，他还想要打死老虎扒皮给他儿子治病呢。哼，这李长顺也太不是人了吧！老虎来了都不说一声，万一伤到人怎么办？他还不是奔着有人死了，然后找人一起打死老虎，他好坐享其成的准备。叶秀才，现在怎么办啊？老虎要是进了村，大家就危险了。王叔，等下吃完饭，麻烦你带几个人去一趟县衙，告诉这里有老虎出没。胡子，你在村里挨家挨户通知，告诉我有老虎，晚上务必不能出门，锁好门窗。王三和胡子纷纷点头。吃了饭之后就各自去忙碌，叶幕则是拿了木头和竹子，一头钻进了房间里面。相公，夜深了，快休息吧。你先睡，我还有事。不知道过去了多久，天边已经泛起了鱼肚白的时候，叶幕才伸了一个懒腰。此刻他把玩着手中的狙击弩，又做了几支专用的箭，走出门，看到门外的大树，叶幕直接上弦射了出去。距离越短，准确度越高，力度也就越强。若是用来对付那些体型庞大的野兽，再涂上一点有麻醉功效的药，那么效果会更好。叶哥，这是啥？试试。这把弩就交给你了，不过不是用来打猎的，而是用来防御老虎的。万一有老虎出现，就用这个射老虎的眼睛，多半会直接射死老虎。就在这时，杨彩凤也走了出来，有些期期艾艾的开口：“叶幕，表姐，有事吗？我想能不能请你帮我也做一个这个弩？难道表姐还要去打猎吗？你别误会，不是我，是我家男人，他腿脚不好，又不愿在家里待着，偶尔也会去附近的山上打猎。他用的那个弓很吃力，几天下来也不一定能打到什么东西。我看你做的这个很厉害，所以这种威力的冷兵器不适合传播出去。毕竟无论是封建时代还是什么时代，平民百姓是不允许拥有威力大的兵器的。表姐，这个东西我确实不能给你，不过你家男人要是会射箭的话，可以过来，到时候我可能需要人帮我守着家。没问题，没问题。我家男人以前打过仗，他射箭什么的都会。谢谢你，叶幕。我真是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那我现在就回去告诉我家那口子。不着急，最近这附近不太平，等处理完了再回去。杨彩凤似懂非懂的点点头。叶幕也没告诉他有老虎出没的消息，不然他肯定担心坏了。午饭后，叶幕躺在床上假寐，外面一阵脚步声传来。叶幕，你他妈的多管闲事！本来我可以自己组织人去弄死老虎，不仅有老虎皮，一头老虎还可以卖不少的价格。没想到王三把这事捅到衙门，如果衙役收拾了老虎，自己可能毛都捞不到一根。不知道我哪里多管闲事了？叶幕，别他妈跟老子装傻！昨天是不是你把有老虎的事捅到县衙门的？你他妈不想在村里混了吗？李长顺，你他妈是不是人？有老虎你都不告诉大家，万一要是老虎进了村，伤了人怎么办？我看你就是不安好心。都给我闭嘴！都他妈想造反啊！小子，你不是喜欢多管闲事吗？正好县衙下令了，要村里去打老虎。既然你这么热心，就交给你了，只准你一个人去，别人谁去就别想混了。你去找老虎吧，就给你3天的时间，要是完不成，你就等着蹲牢房吧。太欺负人了！这李长顺摆明了是要叶秀才去送死，妈的，大不了干他李长顺一顿。
叶秀才，要不我去宰了李长顺这个王八蛋，然后我就跑了，你帮我照顾老婆孩子就行。都在家待着，李长顺毕竟是村长，杀人可是要偿命的。哼，李长顺的算盘打得不错，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嘛。只是不知道到底谁才是渔翁呢？叶幕把刚才外面发生的事对陈苏苏说了一遍，陈苏苏顿时捂住了小嘴，俏脸上满是担忧。相公，不要去了，太危险了！你要是出了事，奴家可怎么办呢？跟你说这件事，就是因为相公我有信心，区区一只老虎，终归比不过我们人的智慧，相信我会没事的。可想要杀死一只老虎，没有10几个人合力是很难的。我不会拿自己的小命开玩笑，如果我不想去，谁也别想支持我。相公，奴家相信你，但是你也一定要小心。你先睡吧，我还要准备一下。拿起弓弩，叶幕仔细检修了一下，确保万无一失，又做了几10支弩箭，在弩箭上摸了麻醉的药。第二天一早，叶幕没有吵醒陈苏苏，独自出了村，走到一处溪水边。叶幕有些疲累，刚要休息，前面却忽然传来一阵响动。叶幕弓弩上弦，快速的越过小溪，瞳孔猛地一锁。爹爹，快走！爹爹，爹爹！这一大一小，正是那天在集市上卖艺的2人。叶幕还给过女孩10几个铜板。汉子发现叶幕，眼中露出祈求之色。你放心，你的孩子我替你照顾了。小女孩用力摇晃着男人，可男人却已经没了呼吸，女孩只能哭泣。孩子，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婷婷。你们怎么钻进这林子里面了？不是在城里面卖艺吗？爹爹要带我回家，路上没盘缠才卖艺，谁知道这里就碰见了大虫。叶幕抬起头看向远处的密林中，似乎还有阵阵响动。看来那只老虎不知道被什么东西给吸引走了。孩子，你在这不要动，叔叔先去打老虎。叔叔，我也要去打老虎，我要给爹爹报仇。老虎很危险，你在这里看着你爹爹，叔叔去就来。叔叔，我要去打老虎。没办法，叶幕怕他偷偷跟着更危险，只好先把男人草草的埋了，等到打完老虎再重新收敛安葬。带着婷婷，叶幕小心的穿梭在密林中。叔叔，老虎在前面。叶幕悚然一惊，猛地看向前面，密林中一只老虎正大口的撕咬着一只野猪，老虎身上有数道伤口，最深的一道在脖颈处，还在渗着血。脖颈处伤口光滑平整，是刀砍的，应该就是婷婷的父亲之前所为，否则老虎也不会惊吓而跑。叔叔，怎么办？不用怕，有叔叔在。叶幕深吸一口气，抬起劲弩，瞄准了老虎脖子处的伤口，毫不犹豫地扣动扳机，劲弩的箭离弦而去。还不够。叶幕把弩箭上弦，瞄准了老虎的眼睛。再见了。利箭正中老虎的眼睛，直接射入了大脑。老虎发出一阵惨叫，庞大的身体倒在了地上，没了动静。叔叔好厉害！就在婷婷要跑过去的时候，叶幕一把拉住了她。别着急，等他死透了再下去。婷婷似懂非懂的点点头。半小时后，看到老虎再没有任何的声息，叶幕来到老虎面前，婷婷对着老虎拳打脚踢，眼眶中泪水涔涔。死老虎，坏老虎，你赔我爹爹！叶幕暗叹一声，抽出一把柴刀，直接捅入老虎的脖子，然后开刀剥皮。叔叔，我来吧。这个活比较费力气，你要是不怕的话，可以帮叔叔去村里叫人吗？叔叔，我不怕。你从这条小路一直向前走，过了一条小溪之后，就可以看见一个村子，绿柳村。然后看到人就问一下，找叶幕家，告诉他们我这里的情况，让王三和胡子带人过来就行。婷婷点点头，沿着小路走了过去。这里距离村子不算太远，再加上老虎已经死了，婷婷也遇不到什么危险。用了1个多小时，一张完整的虎皮终于被扒了下来。就这一张虎皮，最少都能卖出10几两银子。老虎肉就算了，李长顺若是毛都得不到1根，保不准会做出什么过激的事来。就在这时，王三和胡子带着几个人跑过来，看到叶幕，脸上顿时露出了喜色。叶哥，你太厉害了！叶秀才，你是怎么做到的？当年我和我爹看到的老虎比这个小，都怕得不行，没有任何办法弄死它。行了，大家搭把手，把老虎抬回去。胡子，你把虎皮带着，从村子南面进村，不要让人看到。胡子顿时点点头，把虎皮包起来，率先离开。王三等人抬起老虎就走。打虎英雄回来了。业务做得不错。对，还没说完，李长顺就看到被扒了皮的老虎，一张老脸顿时阴沉下来。这是老虎皮了，你把皮扒了。不好意思啊，这只老虎就是没有皮的，打死它的时候就是这样了。叶幕，你别满嘴扒瞎，老虎怎么可能没有皮？识相的痛快点把虎皮交出来，不然你就等着去蹲大牢吧。人都可以没有脸皮，老虎没有皮就不行吗？都给我闭嘴！叶幕，你别不识好歹，你打了老虎，县衙和村里自然有奖赏，把老虎皮交出来。王叔，你们看到这只老虎的时候，它有皮吗？没有皮。对，去的时候老虎还挣扎呢，的确是一只没有皮的老虎。没有皮，确实没有。众人统一口风，他们都是叶幕的人，只是他们的演技拙劣，任何人都看得出他们是在说谎。李长顺几乎气破了肚皮。
叶幕，你把老虎皮给我，这老虎肉给你，我把那400铜钱都给你。400铜钱加上老虎肉，就想换老虎皮？他李长顺脑袋让驴踢了吧？这只老虎啊，真的没有皮。你有种，我们走。你们把老虎送到李长顺家，就不用管了。虽然扒了老虎皮，可老虎肉还是得给李长顺的，不然李长顺可能真的会狗急跳墙。刚到家门口，一个匆匆的身影就冲了出来，一下子扑进了叶幕的怀中。我回来了，没有事。相公没事就好，奴家可是担心死了。是啊，叶幕，你走之后，苏苏都哭了好几次了。让娘子担心了，以后不会了。奴家相信相公，相公饿了吧？奴家这就去做饭。说着，陈苏苏和杨彩凤一起去了厨房。这个时候，后面跟过来的不少村民才看到叶幕院子中3个组装好的造纸机。叶秀才，这是什么？王三他们跟你干一天多少钱啊？你还要不要人？我也不想打猎了，赚的又少又不安全。叶秀才，你还记得吗？去年我可是给过你半个馍。众人你一句我一句，叶幕脑袋都大了。大家不用着急，过不了多久，大家都有活干，工钱也比你们种地打猎赚得多。叶秀才，你说的真的假的？到底是干什么啊？不会是上山当土匪吧？当然是干正经的活，过不了多久我会通知大家，到时候我会从中挑选合适的人。好了，大家回去吧。叶幕挥挥手，众人逐渐散开。这个时候，叶幕才看到在旁边一直没有说话的婷婷。婷婷，以后就跟着叔叔吧，叔叔会像你爹一样对你。婷婷点点头，小脸上满是感激。叶幕找到陈苏苏，和陈苏苏说了一下婷婷的事，陈苏苏也很是同意。相公放心，奴家会待她如妹妹一样。叶幕回到院子，看着院子中组装好的3架造纸机，叶幕满意的点点头。一台造纸机最少可以制造出100张纸来，3台就是300张，一天下来就是45000个铜板，而材料费和吃饭等等的消耗，一天下来也不会超过1000个铜板，那一天的利润就是40多两银子。晚饭后，疲惫了一整天的叶幕刚躺下就睡着了。嫁给相公这么多天，为什么相公一直不碰我？难道是他有问题吗？陈苏苏在床边自怨自艾了半天，忽然房门外传来一阵急促的狗叫声，让叶幕陡然惊醒。叶幕猛地推开门，就看到几块石头飞过来，直接砸在了院子中的造纸机上。小黑屋，咬他！叶幕吼了一声，顺手从门边拿出劲弩，对着墙外就是一剑。小黑屋，回来！回到院子中，叶幕连忙检查了一下，发现只有1台造纸机被砸坏，心中顿时松了一口气。还好还有2台，不至于损失太多。家里接二连三的被人搞破坏，看来建厂势在必行了。外面的人多半是李长顺安排的。相公，发生什么事了？没事，有野狗而已，都回去睡觉吧。相公，奴家什么时候可以学认字呢？哎，我给忙忘了，明天吧。明天早上起来学习，然后晚上睡觉之前再学习。谢谢相公。第二天一早，陈苏苏早早的起来，把书简都拿出来，还拿了笔放在桌上。开始吧，先从最简单的学起，横折竖弯钩。陈苏苏这边开始练习，叶幕也没打扰他，而是走到院子中，把昨天那架被砸坏的造纸机放在了仓库里面。叔叔，喝水。谢谢婷婷。婷婷，一会儿先吃饭，吃完饭叔叔带你去把你爹爹安葬。谢谢叔叔，大恩大德，婷婷无以为报，愿永远侍奉叔叔，当牛做马，绝无怨言。婷婷，不要这样，叔叔不喜欢磕头虫，以后就把叔叔这里当自己的家。刚吃完饭，王三等人就到了。王叔，一会儿你带几个人跟我去林子里面，把婷婷的爹重新收敛，胡子去老鱼头那里埋伏寿材。王三点点头，带着几个人跟上叶幕，走了1个小时，到了之前掩埋婷婷父亲的地方，将尸体放在棺材里，又抬着棺材在猫儿山西面找了块空地，修建了一座坟茔。婷婷3跪9叩之后，一件大事告一段落。王叔，你带着人去山里砍一些竹子，再去收集一些干草，回来研磨碎之后，我老婆会告诉你们怎么弄。放心吧。叶幕回到房间，把之前制造剩下的所有纸都拿出来，一共还有50张纸，可以卖出7两半银子。卖掉这些纸，现场就有资金了。叶幕戴上了胡子，正要离开的时候，杨彩凤却忽然走出来。叶幕，我想回家把我家男人接过来，你看。行，表姐你去就是，我正要出趟门，晚点回来。叶幕带着胡子推着车直奔县城而去，在门口却被几个当兵的拦了下来。站住，干什么的？军爷，进城做生意的，不许进。今天城中有贵客，闲杂人等不许进来。什么贵客？难不成是皇帝来了？陛下怎么会来我们这种地方？小子，告诉你，是镇北侯家的少侯爷来了，你小子就别想进去了，赶紧滚蛋！军爷，我们是进城探亲的。探亲的就进去吧，记住不许乱跑啊！多谢军爷。果然哪个时代都少不了人情世故啊。进城之后，叶幕直奔书斋而去。书斋里，老板孙管家此刻恭敬地站在一旁，门口还站着2个黑衣劲装的汉子，目光冷峻。玲珑，我可是好不容易来一次，咱们出去逛逛多好。这些年在北边可是给我憋坏了。表哥，我在这里是为了等人，只是可惜上次那人来，我却去接你了，有些错过了。到底是什么人，能让你将玲珑都念念不忘？该不会是哪家的俊美少年吧？胡说什么？我只是看上他。江玲珑说到这里，忽然停了下来。看上他，然后呢？要不要我找一幕，让他入赘到你家？公子请进。
叶幕看了一眼门口两边的黑衣人，顿时感受到了一股凌厉的气势。难不成这里出事了？自己莫不是钻进了狼窝？公子不必惊讶，他们也是客人。公子请进就是。公子您来了，哼哼，这次要卖多少纸？这位是我家小姐江玲珑，也是这的老板。一共50张，点点吧。闻言，江玲珑却没有看纸，招呼老孙头拿出10两银子递给叶幕。一张纸150个铜板，换成银子就是7两半。江小姐给我10两，什么意思？公子误会了，经过我们商行评估，公子的纸的确值200枚铜板一张。我们江家做生意向来是公平为主，请公子收下便是。多谢，告辞。公子，等一下。江小姐有事？敢问公子，这纸是哪里来的？据我所知，大魏一共只有2个地方产出纸，一个是皇室的工部，一个是皇城的大禹商行。而公子这些纸比他们的那些纸甚至还要好上那么一丝。公子你……抱歉，无可奉告。小子，你这纸是自己做的吧？何以见得？你这些纸全都一样，边缘有凹痕，显然是一个模子出来的。而无论是工部还是大禹商行，都不会犯这种错误。而我看你一身书生打扮，多半就是你自己做的。他们这是看上了我的造纸技术，但这技术是我安身立命的本钱，怎么可能给他们？说的不错，不过不外传，告辞了。你，玲珑，用不用我叫人把他抓回来？在我包皮军的酷刑下，还没有一个硬骨头。去你的！别动不动就把你在战场那一套拿出来。要是都像你这样，我们江家就干脆别做生意了，直接拿刀去抢多好。我跟着他去看看到底是从哪里弄来的纸。若是能得到这种方法，我们江家就可以入驻京城，结束他大禹商行一家独大的局面。阿大阿二，你们跟着小姐，务必保证她的安全。她擦破了一点皮，你们2个就不用回来见我了。是。叶幕带着胡子又开始了大采购，直到天色渐暗，两人又给守卫塞了几个铜板，才顺利出城。后面的江玲珑气呼呼的就要出去，却被守卫拦住。站住！干什么的？包皮军办事，轮得到你们管？诸位也请。小的有眼无珠。奶奶的，老子命真大，这2个火阎王居然就打了我1巴掌。断断续续走了将近2个小时，终于到了绿柳村。后面的江玲珑腿都要断了。阿大，去找个地方，天太晚了，我们不回去了，就在村里休息。是。不多时，阿大悄悄摸回来。小姐已经找到地方，属下花钱向一个农户借住1晚，最好的房间已为小姐准备好。好，我们走。各位大爷，里面请。第2天，叶幕正在思考怎么提高纸张质量，一个拄着拐杖的汉子走了过来。表姐夫，你是叶幕吧？我听我婆娘说了，真是太谢谢你了。表姐夫，不用客气，都是一家人，以后还需要表姐夫多多帮忙。杨彩凤的男人叫沈勇，以前打过仗，因为断了腿，所以就回家了。你太客气了，俺们一家还要靠你吃饭呢。对了，表姐夫，你这腿是？还不是打仗闹的。几年前北方草原狼庭进攻我大魏边境，朝廷征兵，我当时为了混口饭吃，指望着杀敌立功，封妻荫子，就报了名。没想到打了几年仗，却摔断了腿，没办法就回来了。那你因伤退役，朝廷给你发了多少钱？钱是发了钱，按照军中规定，因伤退役者发银10两，可是上面摊一摊，下面捞一捞，到我手里就剩了1两银子。贪墨果然在哪个时代都一样。还好有这1两银子，靠着这点钱娶了个老婆，不然的话，以后会好的。是啊，会好的。叶幕给我们夫妻每人每天10个铜板，1个月下来，那就是600个铜板，用不了1年，说不定还能建个房子什么的。表姐夫，这段时间麻烦你注意点这个仓库里面的东西，不要让人弄坏了。等再过一段时间，就需要你多多出力了。放心吧，俺肯定看好。很快，陈苏苏和杨彩凤便把饭做好了，众人围在一起。上一次这么大口吃肉，还是在军营里面，那次要偷袭敌军，将军就杀了猪让我们吃肉。表姐夫不用怀念，以后我们天天吃肉，顿顿有酒。叶幕，我沈勇是个大老粗，不会说什么漂亮话，情谊都在酒里，干了。沈勇仰头喝干，叶幕也是一口喝干。好酒，这酒虽然辛辣，但有股腥味，迟早得自己酿点酒，把前世蒸馏酿酒的技术拿出来，酿出一些美酒，在这个世界绝对会大卖。表姐夫，这酒还不算好酒，将来有机会我亲自酿酒，让你尝一尝什么才是真正的美酒。刚吃完饭没多久，王三等人就过来了，等待叶幕安排工作。胡子，你去通知所有村民，一会儿来这，有好处给大家。好。王叔，接下来需要大家去把村东河边那块地翻一下，然后铲平。铲平？不种地了吗？王叔，你们几个人分开，等下我需要其他100个村民，你们每人带上一些，每人负责1块地方，那块地一共有45亩，每人负责4亩半。以前干活都是自己干自己的，现在我要开始带领其他村民了，地位上涨了。
不多时，胡子已经回来，后面呼啦啦的跟着一大群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叶秀才有什么好处给我们啊？是啊，是不是有钱赚啊？给钱干啥都行。今天请大家来，的确是有好处给大家。我需要100个人，每个人每天8个铜板。胡子，真的有这么多钱？叶秀才究竟是要干啥？不是造反就行。大家都知道，村东河边那块地，我们的村长李长顺已经租给我了。现在我要做点别的事，所以需要大家帮我把地里面的苗和种子挖出来。其中挖到的苗和种子，大家可以带走。需要大家把地翻一遍，然后去河边挖鹅卵石，把地填满。现在我需要100个人。我，叶秀才，我要干。算你一个，这边站好。哇，叶秀才，小时候咱们还一块玩泥巴呢，你记得不？叶秀才，你爹去世我还帮着打理后事来着。几乎所有的村民都踊跃起来，争抢着要干这份活。叶幕一个一个的选了过去，只看身体是否强壮。眼看就差最后一个的时候，一个大约13、14岁的少年挤过来，小脸通红。叶幕哥，可以算我一个吗？我娘病了，我想赚点钱给她抓药喝。算你一个。谢谢叶幕哥，你放心，我干活不比别人差。大家不用着急，现在只是开始，接下来会有更多的活需要大家干。叶秀才，你怎么不选俺们女人啊？俺们女人也能干活。就是，凭啥不让俺们干活？俺们又不是不能干。诸位婶子，各位大姐，以后也会用到你们，你们的工钱肯定也不比男人少。大家先回去，我向大家保证，用不了多久，一定会用到大家。听到了叶幕的话，剩下的人都唉声叹气的离开。具体做的事，刚才我已经说过了。接下来大家分成10个人一组，然后由王三等人作为领队。总之一句话，听指挥。谁要是不听王三等人的话，可以不干。钱我们请，有钱怎么都行。等到人都走光了，角落里3个身影才走出来。阿大儿，你们打听的怎么样了？这个叶幕到底是要干什么？真是个奇怪的家伙。村东河边，叶幕指挥着王三等人干活。之前说自己娘病了的那个男孩向叶幕跑来。小六子，怎么了？叶幕哥，我想跟你说件事。怎么了？是想要钱给你娘抓药吗？这个没问题。不是这个，叶幕哥，我家灵屋，昨天我看见有几个陌生脸住了进去，我还在墙角听到他们说话，还问了你的事。小六子家就在李长顺家的边上，难道李长顺要找自己麻烦？这李长顺未免也太着急了。好，我知道，谢谢你了，小六子，去干活吧，晚上多给你一点钱，让你给你娘抓药。谢谢叶幕哥，我去干活了。胡子，你这样好，叶哥，不管有没有危险，都要把危险扼杀在萌芽中。说着，叶幕去河边抓了一把鹅卵石。有了这些鹅卵石，想必能为工厂打一个牢固的地基。又在河里面抓了一把，一阵软绵感传来，让叶幕一愣，看着手中的泥巴，叶幕目光发亮。这是粘土，有了它，若是掺上石灰石，经过加热粉碎烧制之后，就会成为一种极其强大的建筑材料。水泥，有了水泥，建厂将会变得简单太多。就在这时，叶幕忽然背后一凉，连忙起身。江小姐，昨晚住的还习惯吗？有劳公子挂念了，这里虽然不如高宅大院，却别有一番风味。江小姐见惯了繁花锦绣，来看一看这秀丽山河也好。公子以书生之身，却能劳动全村百姓，实在是不简单。是玲珑小看了公子，我来这里都1天了，居然还不知道叶幕究竟要干什么。姑娘谬赞了，在下只不过是混口饭吃而已，比不过江家家大业大。2个人天南地北的聊天，东拉西扯，足足聊了半个时辰。叶幕好像还没有厌烦的意思，两人东拉西扯到了大魏的局势上。这北疆局势虽然火热，但却打不起来，无非是你来我往的小打小闹。真正有危险的，还是东部沿海倭寇之患最为紧要。你如此说，岂不是羞辱北方战场的士兵没用了？两位兄弟不必着急，在下从来没有羞辱北方战场士兵的意思，只是若真的着急，两位兄弟此刻怕不是在这里，而是在沙场上了。这小子怎么知道的？一个文弱的书生，勉强考了个秀才，怎么会知道这么多？叶公子，玲珑此来是希望能和公子合作。公子有造纸的方法，而我江家有强大的财力，只要公子与我们江家合作，必然是一本万利。资本的本质就是掠夺，若是自己真的和江家合作，到时候岂不是命门都要交给江家？抱歉了，江小姐，在下并没有合作的想法。叶公子，你想想，现在只有我们江家能收你的纸，以后你做出更多的纸，我们也会收。不如我们敲定合作，以后你的纸只卖给我们，至于价格，再好商量不过了。抱歉，在下没兴趣，我要回家吃饭了，告辞。江玲珑看着叶幕离去，有些不甘心地跟了上去。叶幕也没有管，直接回到了家。相公，你……陈苏苏忽然停住，眼神看向了后面跟着的江玲珑3人。你是玲珑？哎，我是苏苏，陈苏苏，你还记得吗？苏苏，你怎么在这里？我们有10多年没见了吧？是啊，自从你搬家之后，我们就再也没见过了。没想到你都这么漂亮了。你也很漂亮啊。
我真是没想到在这里能见到你。苏苏，你怎么认识他的？相公，玲珑就是我之前说的，小的时候是邻居，还教我识字的人。相公，苏苏你嫁人了，嫁给他了，这还真是巧啊！有了陈苏苏这层关系，想必叶幕就不得不多考虑一些了。只要自己做通了陈苏苏的工作，还怕叶幕不就范吗？叶公子，不介意我和苏苏说几句话吧？请便。我就在这里住了，你们不用跟着我，要是无趣，就跟着叶公子好了。阿大和二点点头，他们是侍卫，自然是不会乱跑。两个人就站在了门口，像是门神一样。叶幕摇摇头，带着胡子走进仓库。胡子，你去把沈勇叫出来，你们把这个桶抬到你家藏起来，不要让任何人看到。今天是不能造纸了，江玲珑还在这，我可不想被偷了尸。勇哥，出来干活了。来了。胡子，什么事？叶哥让咱俩抬个东西，就在仓库。沈勇点点头，一瘸一拐地和胡子走向仓库。就在这时，他余光扫过门口站着的两个黑衣人，忽然一愣。阿大阿二，勇子，勇子，你怎么？都过去了，不提了。对了，你们怎么来了？北面打赢了吗？怎么可能打赢？是将军被罢免，回了京城，我们这些禁卫也只能跟着将军回来。那个吴勇简直就是个烂货，靠着关系抢了将军的位置。真是不知道，这种垃圾怎么会叫吴勇？真是白下了这个字。勇子，我看这些村民都去那边地里搞什么？我也不知道，我就负责给俺妹夫看仓库，俺妹夫一天给俺10个大字，怎么样？比以前当兵的时候还多。你是说叶幕是你妹夫？俺媳妇是他媳妇的表姐，所以俺们是亲戚。你俩要不要一起干？俺妹夫知道了肯定高兴。两位兄弟若是不嫌弃留下来做点事，在下保证工钱一定比你们当兵的饷银多。公子说笑了，我们两人是包皮军的人，有命令在身，何况我们常年征战惯了，不习惯这种生活了。你们是从北方边疆战场回来的？北方战事如何？还是老样子，郎廷偶尔进攻一下，都是小队伍，我们就守着，偶尔出去打一仗。要是真有大战，我们两个还真未必能活着回来。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但凡这种小仗多的时候，就预示着大战的即将到来。一旦战火起来，大卫就会立刻身处水深火热之中，到时候别说做生意了，能不能保命都是两回事。叶公子，你问这个干啥？叶幕摇摇头，没有回答。现在的他还没有资格去讨论这些问题，只是作为一个风向标的作用罢了。表姐夫，你和胡子把仓库里面的东西搬走吧。叶公子，勇子他腿脚不便，就由我们代劳吧。说着，阿大和阿二和胡子一起把存放纸浆的缸抬走。回来后，叶幕就和阿大二还有沈勇几人坐在院子里面闲聊。叶幕转着圈的询问北边的战事，阿大和阿二也没什么隐瞒，大多数的情况都说了出来。草原狼庭一直是小规模的骚扰，很明显是在酝酿着什么大的阴谋。更危险的则是东边的倭寇，一旦大卫被破，我就是有再多的钱，也只能打水漂了。房间里，江玲珑一直在对陈苏苏旁敲侧击，希望能得到一些有用的信息。苏苏，你相公每天能做多少纸啊？差不多每天几十张吧。什么？一张纸要经过煮料、放凉、搅拌、发酵、摊平、晾晒、重复摊平等等工序，无论是工部还是大禹商行，一个成熟的工匠一天下来也不过只能做出5、6张纸而已。苏苏，你相公做纸是怎么做的啊？我也不知道，都是相公在弄，我就是打打下手而已。苏苏啊，我看现在你家相公每天这么辛苦，你也可以帮上忙啊。我太笨了，帮不上什么忙。怎么会呢？咱们可是好姐妹，你要是不嫌弃，就来江家商行，我教你。还是不了，我还是留在家里，哪怕给相公做做饭、洗洗衣服也是好的。怎么办？叶幕油盐不进，硬得像一块石头。没想到陈苏苏居然也一问三不知。苏苏，要不这样，以后你相公做的纸也不用跑那么远去县城卖了，到时候我直接派人过来，你相公做出多少，我就收多少，你看怎么样？啊？江小姐，叶某有个问题，不知是否可以请教一二？叶公子有什么问题尽管问就是，我和苏苏是好姐妹，小女子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江小姐，不知道江家有多少产业？啊，这么直白吗？既然江小姐不方便回答，那就算了。叶某换一个问题。好啊，叶公子请问。江小姐可否说一下目前大魏所有商行的情况？不算朝廷的工部户部的话，大魏一共有8大商行，陈、王、赵、李、西门、孙、吴，还有就是我们江家。其中陈家、王家在大魏南部，赵家、李家在东部，西门家在西部，孙家、吴家主要是在京城，而我们江家在各地均有产业。城中有一个大禹商行，是谁家的？大禹商行不是单独一家，是陈家、赵家、西门家还有孙家联合建立，独立于8大商行之外，却又息息相关，并且大禹商行还有燕王的股份。
所以势力强大。就连其中造纸的方法，貌似也是燕王使了手段从工部得到的。叶公子，你也知道我们江家在8大商行中都是名列前茅的，相信就算你不和我们江家合作，日后其他几家也会找上你。况且我和苏苏又是好姐妹，我们之间的合作有百利而无一害，甚至我可以做出让步。叶公子可以提条件，只要在我能力范围之内，我绝对答应。一旦与江家这种庞然大物的商行合作，不被拿捏是不可能的。他们想要拿捏我，有无数种方法，甚至最后让我白打工都不是问题。江小姐，对此在下只能说声抱歉了。不过我的纸可以继续卖给你们，价格依旧是150文一张，你们需要多少，我就供应多少。叶公子，你再想想，你需要什么，我江家都可以提供给你。比如说钱，你要多少？1000两，1万两。叶幕却好像没听到似的，扭头看向了别处。姐姐，你也不用着急，不介意的话就住在这里好了。住在这里可以，不过要交伙食费、住宿费。哼，你就是个财迷。没办法，咱就是个穷秀才，人穷志短，就只有靠着省点钱才能活下去的样子。叶幕没有继续闲聊，而是独自出来走到村东，将王三叫来。叶秀才，你看大家伙干的都很起劲，我看明天就能弄完了。王叔，辛苦你了。还有一件事，你跟我来。王叔，知道这是什么吗？这不就是粘土吗？咱们家盖房子就是用这种粘土掺着草木灰还有稻草盖的。不错，只是这种粘土还有更大的作用。王叔，你去弄上1车白灰石，然后磨得粉碎时候和这种粘土掺在一起，1斤白灰石配上5斤粘土，按照这个比例放在锅里面煮，煮沸之后捞干晾晒，中间要注意打散。这是干啥用的？怎么没听过？不用多问，你叫上几个村民一起用钱去我家拿。好嘞。有了水泥，想必工厂的建造就会加快脚步。就在这时，前面工地忽然传来一阵吵闹声，叶幕皱着眉头走过去。他妈的，谁让你们拔的？都给老子种回去！少一棵，老子烧了你们家房子！这么多地种出来的粮食能卖上一大笔钱，竟然都给我挖出来了！抱歉，你说的不算，现在这块地已经租给我了。叶幕，你好大的胆子啊！地是租给你了，但里面的苗可是我的，你拔了我的苗，你拿什么赔？这好办，这些苗你拿走就是，你想怎么弄怎么弄。放你妈的屁！叶幕，你他妈别跟老子装蒜！告诉你，没有100两银子，你就等着坐牢吧！呵呵，这李长顺还真敢开口，100两，1两银子就能让一个普通人1年天天吃3顿饭，有些人一辈子都未必见过100两银子。李长顺分明就是要把我送去坐牢。你请便，大家继续。呵，叶幕，你跟老子作对是吧？你给我等着看好了，给我把他抓起来，送官！给我住手！不许打我相公！你一个小小的村长就敢目无王法，真是胆大包天！哟呵，昨天住老子家，老子没仔细看，原来你这小娘子这么俊俏。在这个村里，我就是王法，老子想收拾谁就收拾谁，除非你陪我睡一觉。就在这时，一边的阿大忽然一个箭步冲上去，对着李长顺就是一巴掌。狗嘴里吐不出象牙，你敢打我？你该打！平生最厌恶这种地痞无赖，若不是有军令在身，真是想打死这种败类，还不滚！叶幕，还有你，给老子等着！叶公子，你没事吧？多谢了。按照以前的经验来看，李长顺可不是个报仇会隔夜的人。晚上，众人吃完饭，叶幕神情严肃走来。阿大阿二，晚上小心一些。听了叶幕的话，两人对视一眼，纷纷心领神会。到了睡觉的时候，叶幕却犯了难。叶公子不介意的话，就让我和苏苏住一起吧。好，看来我只能去胡子家借住一晚了。夜色中，几个人影悄悄摸到了叶幕家的外面。动作快点，烧死他们！后面几个人纷纷点头，直接冲进了叶幕家外面，把干柴堆在门口和窗台下。是，火折子被点燃。就在这时，一阵鼓掌的声音响起。叶幕，正好，今天就正好收拾你，给我放火！几个人正要放火的时候，后面陡然窜出来2个人影，对着几人就是一顿拳打脚踢。不到3分钟，几个人就被打翻在地。现在还有什么想说的吗？阿大阿二，把他们扔出去。李村长，请便。叶先生，真是太感谢你了，要不是你提醒，怕是今晚就危险了。阿大阿二一脸的后怕，为了安全，2个人还是继续守夜。叶幕则是回到胡子家里睡觉。一个小小的村长，居然想要草菅人命，真是罪不容诛。阿大，你马上回去，让人处理。是。叶公子起得蛮早的嘛，小女子有个问题，不知道叶公子可否解惑？请问叶公子为何要将村东的地全部夷平呢？难道说叶公子想要盖房子不成？工厂？工厂是什么？我只听过东厂，是朝廷里面的，你不会要造反吧？工厂呢，就是一个很大的地方，
然后所有人都在里面干活，帮我生产出来纸，就像你们江家的各种店铺，请了人帮你们管理和生产。只是我这个工厂大一些，干活的人多一些而已。你说的这个好像朝廷公布的营造司、船舶司，差不多，只不过这个工厂是属于我个人，同时安全性也有保证。江玲珑看着叶幕，美眸中露出打量。叶幕的这些做法都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但是细细一想，却又高明得很。若是江家也能这么做，看着江玲珑陷入思考，叶幕没有打扰他，而是回到房间里面，准备继续画图。相公，你休息一下吧。不了，我还要继续画图，你们去做饭吧。好。把整个场地分割成几块，在厂房内部加盖一个2层的阁楼，作为办公场所。就在这时，外面传来了一声吆喝，叶幕走出门。石灰石，叶秀才，东西搞到了，现在怎么办？按照我之前所说的工序，把这些东西加工，就不要在我家弄了，去你家吧。成，我这就去弄。家里还有个电灯泡式的江玲珑，无论是造纸还是水泥技术，我可不想外传。叶哥，我爹回来了，说是打了不少的野兔子，等处理好了就给你拿过来。那就多谢了，正好炖了，给苏苏补补身子，一会儿给你拿点钱。不用不用，叶哥你这么照顾我，哪能再要你的钱呢？那就多谢了。饭后，叶幕继续赶工图纸。另一边，陈苏苏和叶幕打了招呼，说是要带着婷婷和江玲珑去县城里面买些东西，有阿儿的保护，叶幕也不用担心。不知道过了多久，叶幕终于完成了图纸的设计。大业从此开始。叶哥，不好了，李长顺去村东地里闹事了。不要着急，慢慢说。李长顺带着人把苗都抢走了，村里人不愿意，就打起来了。现在有几个人都被打伤了。走。叶幕，我也跟着去吧。不用，表姐夫，你在家里看好我的房门，不许任何人进去。好。李长顺，你活得不耐烦了吗？活得不耐烦的是你吧，叶幕。我早就告诉你，跟我作对没有什么好下场。兄弟们，就是这个人抢夺我家的土地，还偷鸡摸狗，证据确凿，把他抓回去吧。叶哥，怎么办？不行，你跑吧，这里我给你挡着。真是好兄弟，但是我有手段让李长顺不敢动我。几个衙役正要上前，就在这时，不远处传来了一阵马蹄声。恶霸村长带着衙役上来找事，还想让叶幕去坐大牢。正在这时，传来一阵马蹄声。李长顺能耐也太大了，连官兵都叫来了。是啊，叶秀才有麻烦了。咱们管不管？你能管个屁用啊！敢和官兵作对，活得不耐烦了吗？怎么回事？大人，是有刁民闹事，我们来抓人。哦，谁闹事？这位大人，小人是绿柳村的村长，闹事的人就是他。他强占别人的地不说，还把苗都拔出来，还横行乡里，简直是罪大恶极，望大人明察。你叫什么名字？小人李长顺，多谢大人栽培。栽培？老子可是要好好栽培栽培你。你们几个把这个横行乡里的垃圾抓起来，送到县衙门，告诉你们知府，就说是我苏环说的，这个人必须治罪，滚吧！遵命。大人，小的这是犯了什么罪啊？苏环却已经没有看他，几个衙役连忙把李长顺带走。我们见过面。江玲珑是你什么人？是我表妹，她在哪里？去了县城，不日便回。那我就在这里等她好了，不知道可否去贵府休息？请。你怎么不怕我？为何要怕？你觉得让人怕你很爽？我倒是觉得你让北方郎廷怕你，你会很爽。叶兄，我那表妹没有给你添麻烦吧？江家大小姐自然是不敢说麻烦。我那表妹自有心高气傲，只是看上了叶兄的生意，不知道合作的如何。尚可。叶兄，你们这附近哪里可以打猎？我有些手痒，若是有好的打猎去处，可否告知？要说打猎，我们叶哥可是打过老虎的。老虎？你打过老虎？运气好而已。怎么打的老虎？徒手用弓箭？据我所知，普通的弓箭想要射穿老虎的皮，怕是有些困难吧？叶兄莫不是要告诉我你是天生神力？胡子，把劲弩拿出来。胡子答应一声，将劲弩放在了桌上。看到劲弩，苏环伸手将劲弩拿在手中。这劲弩哪里来的？苏兄若是喜欢，就送你便是。不是这个，你告诉我，这劲弩是哪里弄的？谁做的？对我有大用。一位朋友做的，苏兄只管拿去便是。哦，叶兄，可否为我介绍一下做这劲弩的人？若是能找到，在下必有重谢。苏兄，你要这劲弩有何用？不瞒叶兄说，这劲弩对我的确有大用。叶兄可知北方边疆局势？知道的不多，还请苏兄解惑。
自30年前草原狼庭被统一之后，一直对我大卫虎视眈眈，因为有战神关在，狼庭始终不能迈出一步。几乎每隔一段时间，狼庭便会组织一次进攻。从30年前第一次狼庭进攻，一直到去年年底兵部统计，我大卫将士死亡于50万，粮草战马等损失，合计白银4000万两。50万轻重，就是说得有几十万个寡妇。战争无情啊！叶兄，你这种劲弩，若是能加以改进，让我们大卫的士卒装上，我敢肯定，草原狼庭绝对要铩羽而归。苏兄，这个劲弩我可以找人给你做，只是用的东西方面需要你提供。这个没问题，叶兄，你说要什么，怎么做，全听你的。我需要1万具比这个威力还要大的劲弩，半个月之内搞定。1万具？你怎么不去抢？怎么有问题？需要什么你说。1万具，除非你给我调1000个人手来，才能在半个月搞定1万具劲弩。不行不行，老子的包皮军才5000人，现在我又被卸了职，上哪给你弄1000个人来？最多给你100个人，这100个人都是我府上的家丁，你可以随意支配。100个人，自己随便从村里找一找，都不止100个人手就算了，不过1万具太多，打破头也做不出来。其实按照流水线模式，不要说1万具，就是10万具也不是问题。不过我可不想把自己的底牌揭露得太狠，不然不知道会有多少麻烦事发生。那就1000具吧，我包皮军有1000弓箭手，每人1具，不过分吧？没问题，你等下。说着，叶幕走进房间，随后拿起纸笔开始写。不多时，一篇满满当当的东西写在上面。走出房间，直接放在了苏环面前。就是这些东西。什么？上等牛筋1000根，精铁1000斤，上等铁木50根，猪30头，2米1000斤。你这是做劲弩还是造反？又要粮又要肉，还要精铁。这种劲弩虽然力量大，准确度高，可惜射程太近，超过100步，准确度就会下降。而你要求的劲弩，除了要增加射程之外，还要加大体积。你不会以为只是单纯的用木头或者竹子就可以做出威力强大的劲弩了吧？不是吗？这些材料就是为了制作更强的劲弩准备的。行吧，我马上派人去弄。不过猪肉和粮食没有，那就折现吧。你总要给我点手工费。你要多少？事先说明，太多不行，我没有。制作弓弩倒不是很费力，反正工厂即将开建，用不了多久就可以完成。但在经历了李长顺这件事之后，我才认识到有钱不如有权，否则有权的人可以轻松获得有钱人的钱。我不要钱，若是这批劲弩能够建功杀敌，算我一份功劳，封个侯什么的就行。封侯？有问题吗？按照我对历史的了解，如果因为我决定战役的胜负，对皇帝来说，封个有名无实的侯，享受侯爵的地位，但是没有侯爵的实权，是个皇帝都乐意的很。当然有问题，你知道我现在也不过是个中永伯，我爹也只是个镇北侯，我这可都是多少次出生入死才得来的功劳，你就做几个劲弩就想封侯？这么困难啊？朝廷有多少有爵位的人？朝廷有5大爵位，公侯伯子男，这个你应该知道吧？公爵呢，大部分已仙逝，现在只有老丞相了，是个韩国公，是当年随着先帝打天下的功臣。侯爵倒是有不少，大部分都是开国功臣的后代世袭的。我爹就是世袭的镇北侯，而我是因为有战功才被封了中永伯。至于后面的自爵男爵，也都是一些赏赐性的封赏。你如果做出来劲弩能打胜仗的话，我倒是可以让我爹上书皇帝，封你个男爵子爵，还是有可能的。一个男爵最多和县衙的等级相当，大卫的男爵和子爵多得很，我不想费了半天力气，最后弄个没什么大用的爵位。若是封侯，需要多大的战功？有办法，就是你跑到草原狼庭，把狼庭皇帝的脑袋割下来带回大卫，你还要保证自己不死，然后就可以封侯了。或者你还可以找到你失散多年的公爵老子，也可以封侯。若是按杀敌数量算呢？想要靠着杀人到侯爵，估计要屠了半个狼庭才行。叶兄，我劝你不要想太多了，先混个男爵子爵或者伯爵，还都是有可能的。叶幕想要通过制作劲弩获得侯爵的爵位，却被苏环告知难度极大，两人展开激烈讨论。就在这时，一个身影从房间中走出，正是沈勇。看到苏环的一瞬间，沈勇一愣，随后跪在地上，眼含热泪。将军，沈勇，你怎么在这儿？将军，我家就在连村，我和叶幕是连襟。不错不错，跟着叶兄干，大有前途。这个苏环虽然是个2代出身，可对部下确实不错，没有任何架子。苏兄，这批劲弩你什么时候要？若是那些材料你尽快弄到，我这里还有半个月的时间就可以开工，预计1个月之后交货。没问题，反正尽快就行。就在这时，一个慌张的身影跑进来，脸上还带着后怕。叶小春，你怎么来了？怎么回事？小叔，我刚才在林子里掏鸟蛋，看到有土匪下来了，然后把婶婶还有另外一个姐姐，还有个跟我差不多大的女孩抓走了。
在哪里？就在村那边。我老婆和你妹妹还有我侄女被土匪劫了。马德，干！上马，我们走。苏兄，我也去。表姐夫、胡子，你们看家。叶幕带上劲弩，拎了一柄长柄柴刀，和苏环并肩出门。不多时，一行人来到从林中路的拐角处，阿二正躺在地上昏迷不醒。还没死，快来！我来。说着，叶幕直接掐住了阿二的人中，猛地一按。将军，快去救小姐！对方是什么人？穿的什么衣服？是土匪，穿黑色。他说是鸡公山。吃力地说完这句话，阿二顿时晕了过去。鸡公山是附近不远的一个山头，有一窝土匪盘踞，但他们很少在附近打劫，都是跑到稍微远的地方，所以官府也就不管了。原来是个土匪窝，真是胆大包天！来，2个人把他抬回去，其他人跟我来。众人上马，直奔鸡公山而去。来到了一个岔路口，众人停下脚步。苏兄，我们兵分2路，我去这边，你去那边。好，张强、孙浩、郑三，你们跟着叶先生。是。这次收获不错，没想到还结了3个漂亮的小娘子，哈哈！回去献给大当家的，肯定重重有赏。兄弟们这回都有福了，哈哈！一会儿我打头，快马冲过去，看见土匪直接砍，不用省力气，杀了之后再拨马回来，再冲一遍，记住了吗？记住了。杀！叶幕此刻忘记了自己柔弱书生的身份，手中柴刀疯狂劈砍，10个土匪在不到1分钟的时间内被叶幕4人杀得干干净净。苏，叶幕拿出水袋，喝了一口，朝着3女喷了出去。下一刻，3女悠悠转醒。叔叔，叶幕一个没注意，被2大1小抱了个完全。刚才厮杀留下的手臂上的伤口，顿时传来一阵钻心的疼痛。轻点。哎呀，相公！想也不想，陈苏苏从自己的裙子上撕下来布条，为叶幕的伤口进行包扎。叶幕刚要说还没消毒，可看到陈苏苏紧张的样子，也只好顺他去了。你们怎么样？没受伤吧？我们没事，只是几个土匪看到我们喊叫，就把我们打昏了。走吧，先回家再说。哦，对了，你表哥也来了，把这几个土匪的尸体就地埋了，清理干净周围的痕迹。是。相公，为何不把这些土匪送交官府啊？送交到官府不仅会受到表扬，还会有一些奖励。不用送到官府，麻烦。这10个土匪送到官府，自然能获得不少奖励。可若是被鸡公山上的土匪知道了，保不准什么时候会出来报复。他们没事吧？土匪呢？没事，土匪都死了，先回去再说。我这几个兄弟可都是军中的好手，区几个土匪自然是不在话下。听到苏环的话，3个汉子对视一眼，表情有些尴尬。怎么了？将军，土匪有10个人，叶先生独自杀了4个，我们兄弟3人杀了6个。叶兄，你杀了4个，竟然只是手臂受伤？土匪都是刀头舔血的，比流氓混混什么的可厉害得多。运气好而已，先回去再说吧。回到家休整片刻，王三便来找叶幕汇报情况。叶秀才，你说的水泥俺们弄好了，你看看。掺水试过了吗？试过了，但是还没干，不过看着比以前用的黄土结实多了。差不多明天也就干了，我去看一下，如果没问题就大量制造。王叔，还要麻烦你带人去砍一些竹子，暂时需要100根吧，要那种坚固的老竹子。我这就去。之所以要竹子，是因为没有钢筋，既然有了水泥，那就需要做到更坚固一些。院子内，苏环正一脸严肃地和几个手下说着什么话。叶兄，你来的正好，我准备带人把鸡公山的土匪都给宰了。他奶奶的欺负到我头上来了，这帮土匪是嫌自己活得命长了。苏兄，我看这件事还是暂时放下，等劲弩制造出来一批，你可以带上劲弩去试试。况且鸡公山的土匪众多，至少还有50、60人，你也只有10个人，而且人生地不熟，碰到埋伏之类的就不好了。你说的有道理，第一批劲弩多久能做出来？7天之内。第2天一早，天刚刚亮，叶幕就一个人去了王三家。水泥在哪？就是那个。失败了吗？成功了。这水泥虽然可塑性强，却需要和坚固的框架放在一起。如果这块磨盘你用几根竹根藤条放在其中，那么这块磨盘就会非常坚硬，轻易不会损坏。王叔，你继续准备材料，让人大量的制作，这件事你负责。好嘞。叶幕回家拿着施工图纸，和胡子一起出门。苏环听到叶幕要去干活，也要跟着看看热闹。叶秀才，今天干什么啊？大家分开，10个人一队，选出一个队长出来，队长每天多加5个铜板。但同时，如果哪个小队负责的地方出现了问题，或者是在规定的时间没有完成工作，那么每天扣5个铜板，你们有半炷香的时间。现在开始。叶幕说完之后，看到一边的苏环用诡异的眼神看着自己。叶兄，你告诉我，你到底想干什么？盖房子，为了造纸，为了造劲弩，必须盖一个大点的房子，不然随便在家里做，万一泄露出去怎么办？叶兄，我是说，你管理这些人是要干什么？你知不知道，你的这个方法
只有军中才会用。你现在是盖房子，若是你用它们打仗，他们也会逐渐对你服从。是不是要造反？你见过谁造反是拿着锄头造反的？半炷香的时间很快到了，10个队长被迅速的选出来。这张图一共划分了10个地方，只需要按照这个图，每个队伍分别进行挖掘，向下挖掘1尺，用作地基。挖好之后，我会让王三带着你们进行填充，记住，严格按照要求，时间是2天。去吧，胡子，你留下监工，有情况随时找我。叶幕和苏环回到了家，苏环神神秘秘地拉着叶幕到了墙角。叶兄，跟我去参军吧，我保你3年之内升到偏将。为什么？叶兄，你昨天的事迹我可是都了解过了，利用尖刀战术，眨眼间就砍翻了10个土匪，这种能力可不是一般人有的。抱歉了，苏兄，在下暂时没有入伍的想法。对了，我要准备做继弩了，你的材料什么时候能送过来？我已经派人去弄了，估计最少还要2天的时间，实在不行就先做几个你这种的，我先拿鸡公山的土匪试试手感。好吧，不过现在村里精壮不多，大部分已经被我拉去盖工厂了，只能借用一下你的人，没问题吧？没问题，你随便用。制作10支劲弩需要多久的时间？明天。很快，苏环把10个侍卫全都交给了叶幕，听叶幕指挥。叶幕吩咐他们砍了一些铁木和竹子，然后按照自己的要求进行分割和加工。叶幕则是动手加工机关。第2天一早，叶幕起床洗漱，看到婷婷从厨房里面走出来。钱是这个年纪的孩子都已经在上学了，我答应过婷婷的父亲要照顾好她。婷婷，等过2天叔叔忙完了就送你去县城读书。叔叔不要婷婷了吗？叔叔，婷婷不会给你添麻烦的。叔叔不是不要你，而是不希望你把时间浪费在这些事情上。你看叔叔现在做的很多事，你都帮不上忙。如果你能好好读书的话，以后就能帮上叔叔了。叔叔，婷婷一定会好好读书，学成后帮叔叔。读书的话，我倒是可以安排一下。县城里的5方书斋就是我江家开设的，虽然不收女子，不过由我安排，倒是没问题。那就麻烦你了，江小姐，我拿婷婷当做亲女儿，请你务必安排人照料好。你放心就是，我也喜欢这孩子，不会让他受委屈的。众人一直忙碌到傍晚，10把劲弩组装完成。叶兄，就等你了，你准备一下，咱们去鸡公山。等我一下，我要和老婆打个招呼。叶幕推门进屋，看到江玲珑正在教陈苏苏读书。相公有什么事吗？我准备和苏环出去一趟，去抓几个土匪，跟你说一声，可能要明天才回来，你不用担心。相公，你千万小心，奴家等你回来。叶幕，小心点。我可不是关心你，而是担心你要是死了，我就没有人合作了。多谢，你们放心吧，我会没事的。我们要不要兵分2路，堵住这些土匪？还是走一路的好。若是我们兵分2路，被发现的概率可能就会大很多。天黑的情况下，他们随便往哪里一钻，我们都未必能找到。那叶兄有何高见？我们一共12个人，不走大路，从路边摸黑上去。林子里面土匪肯定做了陷阱，所以要贴着大路，看到有放哨的，立刻无声解决。等摸到土匪住的地方之后，抓上几个舌头，问出土匪的具体人数。等到最后杀光了所有土匪之后，再去救人。好，就这样办。确定了作战计划之后，众人终于来到了鸡公山的山脚下。苏环吹了个口哨，下一刻，一个身影就从草丛里面跳出来，正是阿大。将军，情况如何？温将军，土匪今日没有任何动静，因为有几个放哨的，属下怕惊动了这些土匪，所以没有靠得太近。好，你先归队。叶兄，不如这一次你来指挥吧。刚才叶兄所说极是，我来指挥的话，怕是要暴露。外行不知道内行，苏兄你安排就是。好吧，大家准备上山。由于阿大在这里潜伏了不少时间，所以由阿大选了一个地方，众人悄悄地爬了上去。接住他！好险，幸好叶兄察觉得快。我们快走。阿大，你带3个人守住外面，看到有人出来直接射死。叶兄，这次咱俩换上土匪的衣服去冒险。叶幕和苏环伪装成土匪的样子，2个人大摇大摆地进了土匪的寨子。那边是住的地方，先把里面的人解决。一人一边。李二狗，大晚上不睡觉，干几毛啊？送你上路。你谁啊？我新来的，大当家的说让我住这。哪来的？谁介绍的？你爹介绍的。我抓了个舌头，这个山头一共有45个土匪，我刚才宰了13个，你那边宰了几个？还剩23个，快速解决战斗，再查。苏环点点头，冲着后面招招手，后面的几个侍卫顿时快速跑过来。求求你们放了我吧！苏兄，打掉7个烛台，
留下中间的一个。劲弩齐发，里面的烛台被灭掉，里面顿时一阵乱溅，还有石头扔过来。看清楚土匪的位置，叶幕等人重新上弦，然后对着几个火把子一轮齐射。随着土匪们的倒下，叶幕和苏环才走出来。都补一刀，防止有没死的。苏兄，舌头说了，其他被抓来的女人在什么地方吗？都在山洞的牢里面，不过大多数都被折磨死了。问将军，经查明，一共有22具尸体。不对，问出的还剩23人。阿大，你带人马上去找，还剩下一个土匪，必须找到。是。不用了。原来藏在这，一野兄，你是怎么发现的？没什么，是因为这个人哆嗦的流汗了。整理完了匪巢，苏环和叶幕去了后面的山洞，里面有7、8个衣衫不整的女人，正害怕的看着叶幕等人。把他们带回去吧，送回家。将军，这匪屋怎么办？烧了吧，以免日后再有土匪盘踞在此，为祸一方。直到天亮，众人才回到绿柳村。刚到家，一个柔弱的身影便跑过来。相公，没事了，都平安，不用担心。相公，你饿了吧？奴家这就给你做饭。叶幕点点头，却看到江玲珑也从房间里面走出来。看到叶幕出来，美眸中明显有些喜色。叶幕，你回来了，你没事吧？也不问问你表哥，真是女大。你说什么呢？不理你了。哼！一野兄，这些女人，你准备怎么办？诸位娘子，你们的家在哪里？我安排人送你们回去，还会给你一笔钱。恩公，我们的家人都被土匪杀死了，我们没有去处了。我相公孩子都被土匪杀死了，我们也都是残花败柳之身。我有一个办法。哦，叶幕，你既然可以给男人们提供活干，为什么不给女人们也找个活干呢？这样他们既能赚钱养活自己，又有事情做，时间长了，日后若是哪个男人不嫌弃，还可以娶她们，过个安生日子。也是，之前我还正愁着接下来的手工活怎么干，本来就准备让村里的妇女们参与进来，现在提前安排这些女人也没有关系，多谢指点。你客气了，这都是我应该做的。那也是你提醒我的，真是要感谢你，不然我还一时想不到这个方法。我妹妹可不能做小啊。叶幕租借了周围邻居的房子，用来安顿这些女人，并给他们安排了一些造纸的工作。第二天，叶幕正在房间内画图纸，陈苏苏忽然进来。相公，奴家已经和玲珑学了一些算术，让奴家帮相公分担一些吧。那以后给村民们发工钱就辛苦你了，以后家里你管钱，倒是能省下我不少时间。相公放心，奴家一定认真做好。等再过一段时间，就把家里的房子重新盖一下，这么多人也是有些拥挤了。相公，自从玲珑他们来了，害得相公都没有地方住，不如再租借个地方，相公回来住好了。我和苏苏结婚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可是还没有圆过房，好像自己不行一样。现在苏苏也提出来了，我也要考虑一下了。好，我今天就安排一下。纸浆发酵完毕，叶幕招呼着早就来到的几个女人，在院子中教他们造纸。叶幕，你这造纸机是怎么做的？江小姐，你为什么非要这造纸术不可呢？你们江家家大业大，怎么就盯上我了？叶幕，你不知道情况。江玲珑摇摇头，却不愿意多说。中午时分，趁着做饭的功夫，叶幕把陈苏苏叫到房间里面。苏苏，江小姐好像有什么事，不然她不会逗留在这里，一直想要我的造纸方法。你可以找机会问一问，看看是不是什么大事。相公放心，奴家晚上就找机会问。吃过午饭，叶幕又去了工地视察。王三等人正在一边制造水泥，一边填充地基。王叔，按照这个速度，大约什么时候能填充完毕？现在是造水泥的速度慢，一天下来造出来的水泥只能填5亩左右的地方，速度有些慢啊。这样其他地方慢慢填充，先把第一个厂房盖起来。要是只盖第一个厂房，那就快了不少。现在地基已经打完了，这100个人一起干，用不了2天就能盖完。王叔，你挑20个人继续制作水泥，剩下的人全部投入到搭建第一个厂房的进度中来，2天之内务必要完成。是。刚回到家里，就看到陈苏苏和江玲珑正在收取昨天晾晒好的纸。叶幕，这些纸我就收了，这是费用。江小姐，如果方便的话，我想要铜板，这碎银子在村里也没地方花。可我出门也没有带那么多的铜板啊。你要是信得过我，我今天要回一趟县城，晚上取铜板来给你。没问题。能不能麻烦江小姐一件事，帮我带一些米肉回来？至于钱，就从这纸的费用里面扣除吧。没问题。需要多少？要200斤米，30斤肉吧。好。还有一件事，就是今天顺便也把婷婷送到县城的学堂。这孩子已经10多岁了，不能再耽误了，就辛苦你了。可以的，不辛苦。一野兄，你要的那些制造劲弩的材料我可都弄过来了，你什么时候能开始做？到了吗？在哪里？苏环指了指门口停着的2辆马车，上面满满当当的装了一堆东西。这些都是江家商行快速调来的东西，我可是出了大血，一野兄可不要让我失望。苏兄，我想了一下，还是用你的人来做吧。我的人需要多少？就10个吧。10个？
不是100个吗？这种东西，一个人一天下来能做出1个就算不错了。10个人要想制作1000个，岂不是要3个多月？这不是开玩笑吗？山人自有妙计。行，只要你能保证半个月之内做出来1000个就行，其他的要钱给钱，要人给人，我只要东西。阿大，你们几个从现在开始听从叶幕的命令，这是军令。是。因为工厂还有2天才能建好，叶幕只能再租个院子制造劲弩。10个人有不同的分工，10个人同时开工。第一次制作，叶幕参与了整个流程，教这些侍卫如何制作。从打铁开始，叶幕一步一步的指导，足足用了半天的时间才制作完了第1支劲弩。叶兄，你这半天才做出来1支，要什么时候才能做完1000支？苏兄，这只是开始，接下来你会惊讶的。流水线式的生产速度可是极快的。时间接近傍晚，江玲珑就带人回来了，还带着2辆马车。叶幕，婷婷我已经安排到了江家的书斋里面，有我的丫鬟照顾日常。什么时候你想她了，可以随时派人把她接回来。江小姐，辛苦你了，多谢。不用客气，还有这些是你要的米、肉，还有铜钱。吃过饭之后，叶幕把江玲珑安排到了新租的房子里面，叶幕终于可以回自己房间睡觉了。相公，快安寝吧。先别急，我让你问江小姐的事怎么样了？奴家趁着刚才吃饭的时候问了一下，她不愿意多说，只是说了好像关系到她自己，好像是她嫁人的问题。嫁人的问题？这个时代女子嫁人是要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没有人能例外。就是皇帝的公主嫁人也不是能嫁给自己喜欢的人。相公，奴家服侍你睡觉吧。叶幕抿了抿嘴唇，点点头，躺在了床上。陈苏苏在黑暗中一咬牙，用手抱住了叶幕的手臂。相公，深吸一口气，叶幕抓过被子盖在了身上。第2天一早，叶幕起得有些早，一晚没有怎么休息，精力却格外的旺盛。江小姐，你收集这些纸，不会是每天都要跑1趟县城吧？自然是不会的，我已经安排人，每过7天的时间就过来一趟，取走所造的纸，然后拿着铜板过来，而且还可以给你送来一些米和肉等等。这再好不过了，这样一来就不用我总是跑了。洗漱过后，叶幕来到了厨房，苏环跟进来。叶兄，怎么今天你下厨？君子远庖厨，叶兄为何？我娘子不舒服，让她休息一下。做好饭叫我去外面转转。饭桌上，叶幕给陈苏苏盛了一大碗鸡蛋羹。叶兄，这是什么？这种美食我居然没吃过。这叫鸡蛋羹，是用打散的鸡蛋加上佐料，再加上一定比例的水蒸出来的，味道鲜美，营养高。说着，叶幕看了陈苏苏一眼，陈苏苏脸色顿时羞红，满眼的甜蜜之色。江玲珑脸上忍不住有些酸涩，转瞬即逝。刚吃完早饭，叶幕和苏环正要继续去制作劲弩的时候，就看到门口站着一个小男孩。叶小春，小春，过来，小叔这里有肉吃。表姐，盛1大碗肉，1大碗鸡蛋羹，1大碗饭。小春，怎么了？小叔，我想告诉你一件事，可是我又不敢。小春，和小叔没有什么事不可以说的，有什么困难，小叔会帮你。谁要是欺负你，小叔给你撑腰。咱们老叶家人不欺负人，但是也不能被别人欺负。小叔，我说了，你可别生气。是昨晚我爹带着人把你弄得地弄坏了，还准备继续捣乱。小叔，你别生气。小叔不生气。小春，谢谢你告诉小叔这个消息。那小叔，你能放过我爹吗？放过他？小子，你小叔可不是放马的，什么人都能放一马。小叔，叶兄，你要是不方便处理的话，就交给我吧。你准备怎么办？你放心，肯定不会伤了他，只是给点小教训而已。好吧，那就麻烦苏兄了。有一点，不能伤了他。小春一家子可还要靠着他养活。小叔，对不起，我劝过我爹，可他不听，还要打我。没事，这不关你的事。先来吃饭吧，这几天就在小叔家里，有饭有肉，还有糖。留下叶小春在家里吃饭，叶幕带上了胡子，去了村东的工地。叶秀才，俺对不住你，这昨天盖得好好的，不知道让什么畜生给弄坏了。没事，坏了重新再弄就是。可是王叔，没事的，从今天开始，我会找人晚上看守，确保不会被什么畜生弄坏。好的。回到家之后，叶幕叫来了沈勇。表姐夫，我想请你去村东的工地，一来是确保白天大家的安全，二来是晚上的时候要确保没有人捣乱。你放心就是，有我在，晚上谁敢搞破坏，我就剁了他。表姐夫，白天你可以在家休息，等到晚上大家都回去了，你再过去就行。好，我先睡一会儿等太阳快落山，大家都快走的时候，我再过去。叶兄，你那个堂哥的事解决了？怎么解决的？嘿嘿，我把他送进了县里面的大牢，先蹲上他1个月，让他长点记性。奶奶第一，敢对付你，那就是对付我。要不是你不让伤了他，我剁了他的心都有了。关上1个月也行，让他长长记性。就在这时，外面却忽然响起一个哭哭啼啼的声音。没天理啊！叶幕，你没良心啊！你把你大哥抓走了，可让我们娘俩怎么活啊？叶兄，麻烦来了，哈哈，
你先处理吧，我去睡一会儿。大嫂，岳母，你大哥到底做错了什么？你非要揪着他不放，我求求你，我给你跪下了，你放了他吧。没有你大哥，让我们娘俩儿怎么活啊？大嫂，你这是做什么？大嫂啊，我也不想这样，实在是大哥太过分了。大哥3番5次的在我家放火，又把我村东的房子弄坏，若是不这样，怕是小弟我就要喝西北风了。那你也不能把他抓进大牢啊！我是个妇道人家，你侄子又小，我们娘俩儿可怎么活啊？这样吧，大嫂，你和小春这段时间就在我这里吃饭好了，别的不敢保证，但是吃饱喝足是没问题。我和大哥的矛盾和你们娘俩无关，你看行吗？这行吗？大嫂，你放心，在这吃就是。说到底，大家都是亲戚。大哥做错了事，送他进去关上1个月，让他长长记性，和你们无关。那就谢谢你了，他小叔。叶幕摆摆手，总算把张平打发走了。叶幕，江小姐有事？叶幕，你那个水泥是怎么做的啊？江小姐要是感兴趣，可以拿走一些，只是制作方法有些复杂。你误会了，我不是想要水泥，也不是要制作方法，我是想说，这种水泥可不可以做成砖呢？我刚才去村东看了一下，这种水泥的坚硬程度不亚于石头。我想，若是把这种水泥制作成砖，再卖出去，相信比开凿的山石成本更低。江小姐不愧是常年经商，发现一点就能联想到如何赚更多的钱，但怕是你要失望了。为什么？难道制作很困难吗？这倒不是，水泥制作起来不是很麻烦，需要的时间也不是很长，但这种水泥却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坚固，最起码比起开采的山石来说，没有山石坚固，比起砖窑的砖来说，倒是略有坚固，但成本却比砖窑的砖高得多。这个时代制作的砖大多数是黄土粘合而成的砖，质地高的红砖根本没有，但是水泥制作成砖，那可就是在浪费了。是我没有考虑到，多谢叶公子了。这没什么，只是各种东西都有不同的用处罢了。若是江小姐有意，我可以教你一种制作质地更好的砖的方法。若是你能生产这种砖，届时赚的钱不会少于造纸。你说什么？做砖？真的吗？江小姐，你先别激动，这种砖需要专门的粘土，经过泥料处理、成型、干燥和焙烧才能做成。烧制这样的一窑砖，大约需要10天的时间，所以还需要建造土窑，还有需要一个最重要的东西——石炭。石炭？这东西可不便宜，叶公子，石炭太贵了，用木炭可行吗？木炭的温度不够，没有石炭的话，很难把温度提高，烧制不出好的砖。那么烧制一窑砖需要多少石炭？约需要5担左右。叶公子，现在石炭的价格1担就要70个铜板，也就是说，你这一窑砖算上原料、人工，再算上这石炭，至少要1两银子的成本，太贵了。怎么会贵呢？你知道一窑砖有多少吗？正常土窑的砖，一窑大约可以出200块左右吧。我做的这个土窑砖，一窑可以出1000块，而且是质地优良、坚固的红砖。打个比方，若是用这种砖再加上水泥建造的房子，就连牛都撞不坏。若是如此，那这一窑砖至少可以卖出10两银子，这个价格已经比那些开采出来的石块便宜多了。叶公子，你真的愿意交给我？当然，不过若是你们江家要做，我不要钱，但是我要参一股，日后这些砖的收益我要3成。成交。叶公子需要什么？我马上让人送过来。需要几个你信得过的工匠，技术就交给他们。还需要钱，最好是铜板。再一个，就需要去找粘土才行，最好是在附近寻找，这样也方便制造。我马上安排。至于你说的粘土，具体是什么样的，如何才能找到呢？这样吧，等你的人到了，我们就去寻找一下。这种粘土一般都是在山脚下。江玲珑点点头，迅速的去安排。吃中午饭的时候，张平第一次吃到了这么多肉，惊喜不已。要是1个月之后我男人回来，我们娘俩儿还要回去吃糠咽菜。大嫂，小春年纪也不小了，我想送他去县城的书斋读书识字，你看如何？是了，小叔，真是太谢谢你了，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大嫂没意见就好，小春是我侄子，日后好好用功读书，能成为栋梁之才，也算是为我们叶家争光了。吃过了中午饭，叶幕检查了一下生产出来的劲弩，忍不住皱眉。这一批劲弩在太阳的暴晒下，弓弦居然有些紧缩。叶兄，你在搞什么？你看，叶兄，这件怎么威力变大了？是我们特制的牛筋弓弦，经过太阳暴晒之后，内部的胶质融化，水分蒸发，距离萎缩，威力自然就变大了。好，叶兄，若是日后能击退草原狼庭，你是一大功臣。这件事我需要向我父亲禀报。阿大，稍后你带着我的家书还有劲弩进京一趟。是。傍晚时分，江玲珑站在门口，与几个中年汉子交代着什么。叶幕，你要的人我都找来了。这么快？上午咱们商量完，我就派人快马加鞭去了县城，让人赶快过来。这种事越早越好。这里有3个泥瓦匠，还有4个砖窑匠，
都是我们江家的人。先让他们住下，明天再搞。不是还需要找粘土吗？不如让他们晚上去找粘土，这样明天就可以直接开工了。你呀，真是比资本家还资本家，大半夜的，别说不好找，就是山里万一出来什么野兽怎么办？再说就算是找到了，明天也开不了工，要先建土窑，趁着建造土窑的功夫，我带着人去找就行。资本家是什么？没什么。对了，你先给他们安排地方吧，旁边的人家都可以去租。那好吧，听你的。叶幕进了房间，陈苏苏已经为叶幕打好了洗脚水。相公，力道还可以吗？辛苦娘子了。哪里比得了相公辛苦？这些都是奴家该做的，比起别人来说，相公给奴家的已经够好了，比起往日，简直是天壤之别。索索，等过一段时间忙完了，我陪你回一趟娘家吧。啊，相公，谢谢相公。你我是夫妻，又何必客气？第二天，叶幕刚起来，苏环便已经在院子里等着。叶兄，玲珑说你会制造一种红砖，轻便坚固，用于战场也可以吗？不错，是有这种红砖，不过却不太适合战场。为什么？叶兄的这种红砖如果真是轻便坚固，到时若是在战场上构建一道防线，甚至可以构建陷阱等等东西，对草原狼起有很大的阻碍作用。这些当然可以，只是苏兄不要忘了，北方战场虽然是平原，可想要开凿石头却很容易，这红砖只是烧制而成，再怎么也不如石头坚固。不过水泥倒是可以给你，有了水泥，用来建造工事会更加坚固一些。那就算了，那个水泥倒是可以，不过这里距离战场太远，到时候叶兄你可要教会我的手下，实在不行，我立刻发书让我父亲调来一些工匠跟你学习也行。可以，工匠就不必了，等到你找来工匠，黄花菜都凉了，水泥制作不难，等制作完这批技弩，我写下来给你就行。多谢叶兄，苏某为大卫能有你这样的贤士而高兴。刚吃过了早饭，江玲珑就迫不及待地找到了叶幕。叶幕，我已经安排人去修建砖窑了，工匠们也都去了，现在我们去找粘土吧。哎，好吧，我去拿个工具，咱们这就出发。好。叶幕在仓库中找了一把锄头，带着江玲珑还有胡子出了门。叶幕，你说的这种粘土是什么样子的啊？是不是那种烧制陶器瓷器的那种粘土呢？不是，这种粘土形成比较复杂，是很多年前沉积的泥沙因为河流变迁而产生的，所以大多数都在山脚下或者是河流边。那怎么能知道在哪里呢？刚说完话，江玲珑却忽然脚一崴，顿时就倒了下去。你没事吧？我脚踝好疼。我看看，你的脚扭伤了，等下回去找郎中医治一下。这脚踝扭伤不能耽搁，时间长了怕是会伤到骨头。叶幕说着，抬起头看了一眼江玲珑，此刻的江玲珑却俏脸通红。江小姐，你怎么了？没事。在这个封建世界，女子的脚只有未来的夫君才能看，叶幕却是把这事忘了。你这也走不了路了，不行，我抱你回去吧。叶兄，你还在那发呆，还不快过来帮忙？你妹妹崴了脚，快点搭把手，然后去找个郎中。你先把玲珑抱屋里去，我让人找郎中过来。索索，她崴脚了，你快来帮忙。陈苏苏连忙点头，眼神却有些闪烁。叶幕把江玲珑放到床上，连忙跑到外面喝了几口凉水。叶兄，我已经叫人去找郎中了，玲珑怎么样？没什么大事，崴了脚而已。我说叶兄，你小子行啊，以后咱们可就是一家人了，你可要多给哥哥帮忙啊。一家人？你啥意思啊？你都和我妹妹有了肌肤之亲，以后她嫁给你，咱们不就是一家人了？我母亲和玲珑的母亲是亲姐妹，你是我妹夫，咱们还不算是一家人吗？等会，谁和你妹妹有肌肤之亲了？我就抱她回来而已，就算是有肌肤之亲了，你有病？你才有病！你小子是不是想吃干抹净不认账？你要是敢不认账，我就带兵踏了你家！这该死的男女大防啊！你怕什么？大丈夫三妻四妾不是很正常吗？叶幕没好气地翻了翻白眼，转身回了房间。相公，玲珑姐姐已经把刚才的事和奴家说了。索索，你听我解释，难得玲珑姐姐和相公能看对眼，奴家高兴还来不及呢。若是相公能娶玲珑姐姐，奴家先为相公高兴。索索，索索，其实我和江小姐没什么，就是她受伤了，我背她回来而已。相公如今已不是贫家寒门，就算再娶三妻四妾也无妨。若是奴家不张罗，让别人知道，怕是会说奴家不懂事。这件事到此为止，一会儿郎中来了，先给他诊治吧。姐姐，相公他或许是还没有准备好，你放心好了，相公不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妹妹，你想多了，只是你相公救了我而已，没有什么。对了，郎中来了吧，让他进来吧。叶幕回到了猫儿山脚下，胡子正在吭吭哧哧地刨地。这么一会儿功夫，面前已经有了10几个大坑。叶哥，没有你说的粘土啊，还继续刨吗？我们去河边挖吧。胡子答应一声，扛着锄头走到不远处的河边。叶幕也没闲着，把之前挖的坑都填上。叶哥，这里的土好像是红色的，我看看，找到了。胡子，
你回家一趟，去叫上几个人，拿上筐过来弄上至少10筐土。好，我这就回去。夜幕这边沿着山路向前，来到附近的西河村。西河村因为好多青壮都去参军，回来的人却少之又少，也被称作寡妇村。夜幕想着从西河村订一些蔬菜。哎呦，这不是绿柳村的叶秀才吗？听说叶秀才发财了，能不能带带我们啊？叶秀才，你小时候我还抱过你呢。诸位婶子，诸位大姐，叶某的确是有钱让大家赚，我希望从各位婶子、大姐这里买一些菜，天天都要，价格方面绝对不会比你们在县城卖的低。你家能要多少菜啊？一顿饭也就几颗菜吧。每天至少需要5斤菜，虽然不多，可天天都要，1个月就是150斤菜，所以诸位还觉得少吗？叶秀才，1天5斤确实可以，村里种了不少菜，大家倒是都可以卖给你。你都要什么菜呢？什么菜都要，反正1天5斤，送到我家，当场给钱，概无赊欠。好啊，好啊，俺们答应了，你放心，明天我就拿5斤菜送到你家去。这件事咱们几个轮着来，可不许抢。夜幕回到河边的时候，胡子已经带着几个村民装了3大筐。叶哥，你看这些行吗？可以，就这些，争取把洞挖得大一些，然后开出一条路来，日后这里还挖更多的粘土。好，对了，叶哥，刚才王三叔让我告诉你说房子建好了，工厂建好了。胡子，你在这里看好，装满10筐之后抬回去，我先回去了。叶秀才，厂房建好了，你看看。不错不错，今天每人加2枚铜板。王叔，其他的地方继续填充混凝土，工厂暂时不建，等过一段时间我们会造一批砖出来，届时我们就用新砖盖厂房。王叔，一会儿你安排几个人把我家里那2台造纸机搬到这里来。好嘞。第二天，夜幕刚从胡子家出来，便看到陈苏苏抱着一筐子菜。相公，刚才河西村有人过来，说是给相公昨日预定的菜，奴家已经给他们结算了钱。没错，我昨天去要了菜，以后每天都会有新鲜的菜送过来，多做一点菜，让大家多吃一点，补充一下身体。相公真是太贴心了，奴家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你我是夫妻，还说什么感谢的话？吃过了早饭，夜幕找到了江玲珑。江小姐，粘土已经找到了，砖窑也在赶工，用不了几天都能投入使用。接下来还需要招一些人帮忙烧砖，你看是你来还是我帮你？你看我现在还能走路吗？你做主吧，怎么都行。哎，我不就是碰了他的脚，然后抱他回来吗？居然就这么缠上我了，真是。夜幕来到了工厂旁边建造砖窑的地方，这片地是江玲珑买来的，几个工匠正带着村民修建。这通风口怎么做的这么大？这砖窑比以前建的都大，通风口就弄得大一些，怕里面的石炭烧不好。通风口不用改，还按照原来的尺寸。叶先生，通风口小了的话，里面的石炭烧不好，砖就烧不成。这按照我说的做就行。砖窑的通风口一旦扩大，会造成热量流失，而缩减通风口虽然看起来火会小，可热度却会持续上升，只要火不灭，最终会高达上千度的高温。叶兄，叶兄，我可能快要离开了。你的调令下来了？不错，阿大刚回来，我父亲看到劲弩之后，向兵部递了折子，兵部已经同意让我回去了，所以就等这批劲弩制造完成。夜幕和苏环回到了家，就看到一个中年管事正低头跟江玲珑说着什么。小姐，老爷让您回去一趟，家中有要事需要您处理。告诉老爷，我受伤了，无法回去，你带着纸自己回去吧。这老爷说了，让您务必要回去，请小姐快快动身吧。江大，到底什么事？家中大事也不用我决断，有必要吗？小姐，这是老爷下的死命令，一定要您回去，小人实在不知。好吧，你先去村东收了纸，把银钱结算。这，江小姐，我想着一会儿跟你一起去趟县城，顺便把小春送到学堂，你看行吗？可以啊。索索，你跟我一起去吧，路上你照顾江小姐，把她送回家后，咱俩去采购。好，都听相公的。夜幕，苏苏，进来坐一会儿吧，等我处理完了事情，我们再一起回去。不必了，你还是去忙吧，找个人带我们去学堂就好。也好，那我让江大带你们去学堂，距离这里不算远。江大，你带领叶先生去学堂，安排叶小春入学，知道了吗？小人明白。江管家，这学堂中一般都收什么人？原本江家的学堂只是供江家人学习，后来小姐力主改动，也收桃源县其他的学子，只要是交了学费就可学习。再后来，小姐也会收留一些贫苦人家的孩子，教他们读书识字。小姐说，日后这些人但凡会有一个出息的，也不会忘记江家。江玲珑不愧是经常的天才，这种低成本高回报的事最为擅长了。小春，从此之后要用功读书，不必为功名读书，是为你自己读书。读书能让人明事理，知人事，你要用心。小叔，我记住了。江管家，请问可有一位叫婷婷的女学生？的确是有，是小姐前些日子送来的。
叶先生是？婷婷是我侄女，麻烦等下带她来见我。小人遵命，请先生稍后。江管家答应一声，带着叶小春离开。相公，这书院真是不错呢，不知道婷婷在这里住的是否习惯？没什么不习惯的，比起以往的颠沛流离，相信她会更喜欢这里。叶幕注意到旁边的陈苏苏，美眸不断地看着书院，眼底满是羡慕。苏苏，我准备在绿柳村办个学堂，你看如何？相公是说真的？当然是真的。有了学堂之后，我会请一些先生，届时你就可以去学堂学习，那样会学得更好。我每天太忙，没有太多时间教你，希望你谅解。相公无需自责，奴家已经很幸福了，怎么还敢奢求相公有时间相陪？倒是辛苦相公了。叔叔、婶婶，我好想你们。婷婷，你在这里怎么样？吃住都习惯吗？叔叔，我在这里吃得好，睡得好，还有许多同学一起学习，先生对我也很好，叔叔不用担心。闻言，叶幕心中顿时放心不少，又和婷婷聊了一会儿，叶幕和陈苏苏才离开。相公，奴家想吃糖葫芦。买。相公，奴家想做身衣服。买。相公，买，都买。大肆购买了一通之后，叶幕和陈苏苏回到了江家门口，可等人通报了之后，却说江玲珑有事脱不开身，叶幕只好作罢，带着陈苏苏一起回到了村里。第二天一早，叶幕刚刚起床，就看到苏环正把几个手下集结起来。苏兄，你这是要走？不错，叶兄，北方战场情况有变，我要立刻带人前去。昨晚大家没有休息，将1000只劲弩改造出来了。叶兄，情况紧急，再下来不及一一告辞，请叶兄代苏某向大家致歉。苏兄，后会有期。表姐，这是做什么？做点豆羹吃，这豆羹滋补身体，让苏苏养好身体，好早些为你们叶家延续香火。辛苦表姐了。对了，表姐可曾喝过豆浆，吃过豆腐？它们为何物？表姐，打一盆水来，把磨盘洗干净。叶幕吃力地推着磨盘，杨彩凤则是按照叶幕的吩咐，不时地往里面填上一点清水。不多时，乳白色的豆浆就顺着沟槽流进了盆中。相公，这是什么？这是豆浆，很好喝的，一会过滤完再煮一下，大家都尝尝。这是什么东西？莫不是羊奶？不是羊奶，而是豆浆，是用黄豆加水磨成的浆水，大家尝尝。这豆浆喝起来别有一番风味，相公真厉害。这豆浆味道真不错。现在还只是豆浆，接下来还有豆腐脑，还有豆腐，甚至以后还有豆腐干，还有臭豆腐等等产品。现在我就可以筹办一个豆腐厂，专门制造这些东西，然后拿到县城去卖。决定之后，叶幕立刻叫来王三。王叔，你现在带人去县城，去帮我购置一些东西。叶秀才，你要买啥东西？买10个磨盘，再买10头铝，还有盆、白纱布。除此之外，还要做一些木工。等你买回来之后，我会给你草图，你找人照着做就是。我这就去。表姐，我教你做豆浆，还有其他的一些东西。届时我会找几个人跟你学习，你带着妇女们就在工厂制作这些东西，一来是供我们自家吃喝，另外的则是要卖往别处。好。一天时间过去，杨彩凤学了个差不多，豆浆、豆腐脑、豆腐等已经全部做了出来。叶幕也忙得疲惫不堪。相公，再过3天就是我娘家母亲的生辰，我想回去看看，可以吗？岳母大人生辰到了吗？那我们一起回去吧。何况你嫁给我这么久，也是时候要回娘家一趟了，给家人带点东西，孝敬老人。谢谢相公。第二天一早，叶幕出门看到了王叔的媳妇王婶子。王婶，这是去哪儿？是叶秀才啊，我这不是刚去摘了点野菜吗？俺家男人说想吃野菜炖肉了。叶秀才，俺家男人真是多亏了你才有今天了，不然别说吃肉了，怕是吃饱饭都是问题。王婶客气了，这都是王叔自己努力的结果。叶秀才，你这里有没有俺们女人能干的活？俺不要那么多工钱，能给3个铜板就行。有，当然有，王婶。不过我需要不了太多人，只需要30个，每个人每天10个铜板。10个铜板，我滴个乖乖，3个多月下来，那可就是1两银子。王婶，一事不烦二主。王婶，你帮我再找29个人，算上你一共30个。等会吃完饭，去村东工厂门口等着。好，我现在就去。吃过饭，叶幕刚到工厂门口，就看到王三的老婆正带着一堆妇女站在原地。叶秀才，什么活啊？是了，一天真给我们10个铜板吗？能干多长时间啊？诸位婶婶大姐，现在告诉大家，需要大家做的是磨豆子，具体怎么做，会由我表姐支配大家，大家只需要听话即可。表姐，看你的了。中午，一个熟悉的人来到叶家门口。江大管家，叶先生，我家小姐有事不能过来，让小人代为说一声，请先生照看砖窑，一应需要，请吩咐小人。这是江家3管家江莲，日后就在先生手下听用。小人见过叶先生。你们小姐有什么事？10天半月都无法处理吗？砖窑生产出来砖之后的价格，买卖还有一些分账的问题，都需要你们小姐自己拿主意啊。
叶先生，我家小姐确有要事，请先生见谅。我家小姐说了，一切尽凭先生做主。他什么时候能过来？这个小人不知。算了，不用你们派人了，半个月后你派人过来取砖就是。小人遵命。江大面色犹豫，最终还是答应一声，带着人离开。江玲珑不是一个半途而废的人，之前我让苏苏问过江玲珑，说是婚事，难道说她嫁人了？可这种事有什么好隐瞒的？叶秀才，你要的东西做好了？这么快？现在那些东西都在工厂里面，怎么办？麻烦王叔让王婶子把妇女们召集起来，去工厂做豆腐，然后把造纸机再造出7个。有了上次的经验，这次相信你们有7天的时间就差不多可以了。没问题，安排妥当。叶幕回到房间，看到陈苏苏还在学习。索索，我们去一趟县城办点事，晚上就住在县城的客栈，也算是休息休息。相公，昨天不是才从县城回来吗？还有别的事，我们要去县城租上几个铺子，现在正缺人手，只能我亲自去了。不过留你自己在家，我不放心。明天办完这件事，我们后天就回娘家。好啊，都听相公的。第二天一早，叶幕带着陈苏苏走到市场里面，不多时，叶幕就看到一个卖炊饼的铺子，位置很是显眼。店家2个炊饼，2碗粥。好嘞，客官稍等。客官，您的炊饼和粥好了。老板，问你个事，你可知这条街上有没有好的店面外兑？客官要对店面，不知道小人这个店面，客官是否看得上眼？店家，你这店里生意不错，为何要出兑？客官有所不知，小人的老父曾欠了人钱，如今债主要拿小人的妹子抵债，小人便想着出兑小店，凑够钱，不让妹子受苦。那是你妹子？你准备兑多少银子？小人想要50两银子。这店铺充其量30两银子顶天了，50两银子确实是有些多了。小人也是没办法，小人这些年做炊饼，虽然也赚了一些钱，可欠的还是太多，足足还差50两。这些天来也有不少人来问过，只是都说小人的要价太高，客官不满意，也在情理之中。你的店我要了。公子，您说的是真的？您真的肯花50两要小人的这间小店？哎呀，公子真是小人的救星啊，小人感激不尽，小人给您磕头了。不须如此，快起来。对了，你怎么称呼？回公子，小人叫武大，这位是小人的妹妹武莲。莲儿见过公子，夫人多谢公子能出手相助，奴家感激不尽。武大，你还了钱之后准备怎么办呢？你们兄妹该如何谋生？还能如何？能还了债，小人只希望妹子能嫁个好人家，小人就心安了。兄长，都是奴家不好，奴家给你添麻烦了。这是什么话？我是你兄长，照顾你是应该的。相公，这对兄妹如此可怜，奴家想请相公给他们一份工作，可以吗？武大，我呢想要用这个店面做一些生意，只是暂时人手不够。若是你愿意，就还在这里干，工钱我不给你开，但日后这小店卖出10个铜板，我给你3个。哎呀，多谢公子，多谢恩人，小人万死无以为报。奴家感谢恩公。叶幕将50两银锭交到武大手中，武大拿着银子，泪流满面。你先去还钱，还了钱之后和我回去一趟，教你做一种食物。小人遵命。武大拿着钱匆匆离去。莲儿，你一直随你的兄长在这里卖炊饼吗？回夫人，奴家以往都在村中和母亲生活，去年母亲去世，奴家只好来投奔兄长。莲儿，我看你好像也是读过书的样子。夫人，奴家的父亲曾是村中的教书先生，只因被人陷害，欠了许多外债，郁郁而终。奴家之前也随着父亲读过一些书，让夫人见笑了。公子夫人若是不嫌弃，莲儿愿意为奴为婢，报答大恩。索索，你看呢？这样也好，莲儿一个女子，总是在这里抛头露面，也不太合适。万一被一些不良的公子哥看到，这样也可以。不过我们不会拿你当婢仆，到了家里就是一家人。既然你读过书，那么以后就可以陪伴苏苏，日后每个月给你500个铜板。多谢公子，多谢夫人，莲儿日后一定好好侍奉夫人。不多时，武大喜滋滋的回来。恩公，小人已经还了账，小人还有一个请求。说吧。小人的妹子长得好看，城中颇多人家的少爷觊觎，小人没什么本事，若是公子夫人不嫌弃，就收下俺妹子，让她洗衣做饭，总比跟在小人身边强。兄长，奴家已经和公子夫人说过了，公子已经同意，不仅拿妹妹当自家人看待，还要给妹妹每个月500铜板的月钱。多谢公子，多谢夫人，如此小人也就心安了。武大，你再跟我去走走，一间店面不够，我还要再多盘下至少2家。公子，小人知道公子定然是做大生意的。刚才小人就已经顺便问过了，东街有一家卖菜的店要兑出去，西街也有一家做面的要兑出去，价钱公道，公子是否看一看？叶幕眼神一亮，赞许的看了一眼武大。武大虽然身材矮小，可却会办事，这些事只凭猜测就能帮自己提前问好。不一会儿，两人就走到了东街，看到了那家卖菜的店铺。武大买菜啊？李叔，你不是要兑店面吗？人我给你找来了。
哎呀，快请快请，公子快请。叶幕简单和老头聊了一下，得知老头身体不济，想回村里面养老。价格方面，老头要了12两，叶幕直接付了钱。叶幕带着武大又去了西市，要出对店面的是一对中年夫妻，没有什么意外，叶幕痛快对下了店面。第二天一早，叶幕就带上了武大兄妹一起回了家，把武大安排进了工厂，让杨彩凤带着武大学习做豆腐。之后，叶幕就带着陈苏苏、武莲儿还有胡子直奔陈苏苏的娘家9条村。娘，我的闺女啊，你怎么回来了？是不是人家嫌弃你，把你休了？老妇人泪眼婆娑地看着陈苏苏，却忽然愣住。嫁出去之前，陈苏苏身体瘦弱，可现在陈苏苏不仅身材丰满，就连脸色也红润得很。女儿，你这是？娘，相公他没有休我，而且还和女儿一起来看你来了。见过岳母大人。你是叶幕。胡子都搬过来。岳母大人，这是我和苏苏的一点小心意。这些东西多少银子？娘，这些都是相公买来孝敬您的。没有多少钱，您老尽管用就是。女婿呀，我听说你是秀才，你是不是考上状元，当了大官了？你这又是车夫，又是婢女的。没有，您别误会，就是做了一点小生意，您放心就是。娘，咱们进屋说吧，女儿给您煮肉吃。对，我老糊涂了，女婿快进来喝点水。娘，我兄长和妹妹呢？你妹妹去地里捡野菜去了，你兄长怎么了？还不等老太太回答，外面就传来一个尖锐的声音：娘，你干什么呢？这野菜还没摘完，你孙子可等着吃呢。要是你孙子饿死了，你就别指望着我们给你养老。闻言，叶幕脸色顿时一沉，陈苏苏连忙站起身走出门，叶幕也跟着走出去。我说是谁？原来是你这个赔钱货回来了，怎么回来吃饭啊？大嫂，你再骂一句试试？再骂一句又怎么样？赔钱货，浪蹄子，你个小白脸就是那个什么叶秀才吧？哼，我告诉你，想吃我们家的东西门儿都没有。胡子连忙走出来，一个箭步上前，一巴掌就甩了出去。你敢打我？打你都是轻的。胡子，把他给我扔出去。就在这个时候，一个走路摇摇晃晃的瘦弱青年却走过来，手中还拎着酒瓶。他妈的谁啊，敢在老子家里闹事？兄长，妹妹回来了，看，给兄长拿点钱来，兄长酒壶要空了。没钱？怎么跟兄长说话呢？我看你这是嫁出去胆子肥了，看我不收拾你！再打一架，我就废了你！你是谁？敢管老子的事？我10分钟以前你可以叫我妹夫，现在吗？妹夫，哈哈，原来是妹夫来了。我这个做兄长的怎么能不请你喝酒呢？来，咱们去喝酒。喝你吗？索索，带上娘，还有你妹妹，咱们回家。好，我去找妹妹。胡子，你跟着去。胡子答应一声，跟着陈苏苏出了村子。莲儿，把东西收拾一下，都装上车。女婿呀，这是怎么了？岳母大人，没事，我和苏苏商量过了，把您接到我们家，以后就给您养老了，好吃好喝，让您享福。我离不开呀，苏苏的兄长还有媳妇儿都在这，他们……岳母您放心，我给了他们钱了，让他们去城里做生意。好女婿啊，好女婿，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哼，像他们那种一把年纪还在啃老的人渣，我1粒米都不会留下的。默默，这是你姐夫。奴家见过姐夫。走吧，都上车，趁着天还没黑，我们回家。回到家，叶幕去旁边砸钱租了邻居的房子，让杨彩凤和沈勇搬了进去，而剩下的屋子则是留给了老太太还有陈默默住。第二天，叶幕简单的洗漱，然后坐在桌前画着别墅的构图。实在是家里人太多，要加速修建房子的进程了。先弄个3层的别墅吧，2楼和3楼弄上几个卧室，然后还有阳台，3楼上面再弄个大点的天台，平常弄个烧烤之类的也算不错。进来。姐夫，默默这么早就起床了，怎么不多睡一会儿？姐夫，有什么活要干吗？默默，以后在姐夫这里不用干活。不用干活，那怎么吃饭呢？姐夫，你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没关系，姐夫有钱，等过一段时间，姐夫还要让你读书，学习知识，去玩吧。早饭后，叶幕带着胡子找到了王三。叶秀才，有啥事？王叔，家里有些住不下，我打算把房子重新盖一下。叶秀才，你放心，盖房子俺最拿手，到时候保证给你盖得漂漂亮亮的。我盖的是砖瓦房，你以前没有见过，回头我会给你图纸，盖房子的时候我也会在旁边指导。行，到时候你只管吩咐我就行，想要啥样咱盖啥样的。叶幕来到了砖窑，估算了下，大约还有3天的时间，这批砖就可以出炉了。王叔，你现在马上组织30个人去我家搬东西、拆房子。行，我这就去。叶幕回到家，先是和陈苏苏等人说了这件事，然后又找到旁边的人家，租了个房子，让自家家里几口人暂住。
另一边，桃源县城江家大院一座绣楼内，一位姑娘眼含泪水。玲珑，那王爷能看上咱们家，也是你的福分。我们江家说到底还只是一个商贾，比不上王爷的滔天权势。女儿啦，你就嫁了吧，娘求你了。娘，您知不知道，那个王爷已经50岁了，女儿嫁过去，岂不是要守活寡吗？3年前，江玲珑去京城打理江家的生意，却碰到了那个王爷，从此就痴迷纠缠。若非是苏桓的父亲苏烈出面，怕是江玲珑当时就会被抢进王府。虽然如此，可那个王爷却对江家施压，此人也在暗中活动，对苏烈造成压迫。你嫁不嫁？我不嫁。你个不孝女，你是要气死我！走，让他自己在这里反省思过，什么时候答应，什么时候出去。女儿，累。人多力量大，很快新房的地基都已经打好，就等凝固之后用红砖盖房就好。王叔，明天你带人去山上选几根粗大结实的木头当房梁，还要选一些当做地板。好嘞。叶哥，出事了！不要着急，慢慢说。叶哥，李长顺被放回来了，还找了几个人要把工厂砸了。苏桓之前收拾了李长顺，就算现在不流放，也应该是关押在狱中。难道说这个县令看到苏桓的遗骸，就把李长顺放出来了？胡子，叫人去工厂。胡子答应一声，连忙跑到周围开始喊人。叶幕，你把老子弄得这么惨，老子能让你好过吗？叶幕目光在李长顺身上扫了一圈，又在他身后的几个人身上扫了一圈。叶幕忽然笑了一声：李长顺，你让不让我好过不一定，不过你下半辈子怕是要在狱中度过了，甚至杀头流放也不是不可能。你什么意思？叶幕微微摇头，忽然抬手猛地一挥，下一刻一波弩箭就猛地射出，李长顺后面10几个人就应声倒地。这是怎么回事？李长顺，你逃狱也就罢了，还进山里做了土匪。你怎么？李长顺，士别3日，且当刮目相看。更何况你进了大牢这么长的时间，你以为现在区几个土匪就能在村里横行了吗？叶幕摇摇头，抬起手挥了挥，转身离开。紧接着后面就传出一阵惨叫声。杀了这些土匪，朝廷不但不会怪罪，反而会加赏。第2天中午，叶幕吃过午饭休息一下，武莲儿端着一碗水过来。公子，喝点水吧。公子，奴家的兄长想问问公子，什么时候可以卖豆腐？不着急，先让你兄长学一下，等时候到了，自然会让他回去。奴家知道了，谢谢公子。说完之后，武莲儿就束手站在一边，似乎是有些犹豫。还有什么事？回公子，奴家想求公子帮帮忙，为奴家的兄长找个妻子。武大的五短身材，想要找个老婆有些难，不过有钱的话，倒是可以买一个。可以，不过这件事急不得。谢谢公子，奴家唐突，望公子赎罪。莲儿，以后有什么事都可以直接说，你关心你兄长也没有什么错。你放心，你兄长日后的事不用担心，只要是忠心做事，我都不会亏待。多谢公子，奴家感激不尽。处理完了武莲儿的事，叶幕去了一趟工厂。武大，学得如何了？公子，小人现在已经掌握了做豆腐的窍门了，只是其他的豆皮、臭豆腐，小人还没学会。不着急，现在还不是时候，你好好学，日后卖豆腐你要多多出力。公子待小人如此之后，小人一定尽心。表姐，这段时间辛苦你了，等过段时间这边忙完了，你就可以休息了。没关系，每天有活干，挺好的。比起以前每天采野菜和打猎要好太多了。这样的日子，以前想都不敢想。表姐，你和表姐夫怎么没有要孩子呢？以前家里穷，就是有孩子也不敢要，怕养不活。现在日子慢慢好了，我也和我家男人商量过，等过段时间就要孩子。毕竟你这里现在这么忙，要是我再离开，要耽误很多事。看来要尽快把杨彩凤解放了，不然耽误了沈勇传宗接代。虽然嘴上不说，但心里未免不会着急。岳母大人，这几天住的还习惯吗？习惯，都住了一辈子这种房子，哪里还住得不习惯？岳母大人，再坚持几天，过几天我们的新房子就会盖好，到时候我们全家都搬进新房子里面去住。姐夫，到时候我可不可以自己住一个房间啊？说什么呢？一个房子能有多大的地方？以后还是跟娘住一起。好吧。岳母，您别担心，我们的新房子大得很，房间多的是，到时候每人一个房间，又大又宽敞明亮，和我们现在住的这种房子绝对不一样。谢谢姐夫，你最好了。陈苏苏看着一家其乐融融的样子，嘴角不自觉地上扬。这种幸福生活是他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吃过了饭，叶幕在房子里面等了一会儿，不多时，一辆马车来到门口。叶公子，小人奉命来取旨。好，我让人带你去工厂取旨。你们大小姐什么时候回来？公子，小人不知。叶幕叹了口气，让胡子带着江家的管家去了工厂。叶公子，出问题了，砖窑里面温度太高了，怎么都降不下来。怎么回事？按照先生之前的吩咐，
昨天晚上温度就已经逐渐下降，而早上的时候我们过来一看，温度比之前高了不少，我们就打开了风口，准备散热。可温度不仅没有降下来，反而越来越高，小人们都不知道怎么办了。再这样下去，炉里面的砖就废了。走，去看看。昨天有谁来过？叶先生，没有其他人来过，只有我们几个人在这里。晚上的时候，我们也是轮流守夜，就怕砖窑出了事。挖些湿土过来，填进去。几个工匠在河边挖了不少湿土，全部填进了炉子里面。忙碌了1个多时辰，火炉终于熄灭。叶幕吩咐人把砖取出来。叶幕拿起2块砖，对着用力敲了一下，一些砖屑散落下来。然而红砖的主体却没有断，用力将红砖断裂。可以看到断裂的红砖里面有一圈黑灰色的内里，这正是优质红砖的形状。不错，大家都有奖励。谢谢叶先生。红砖烧制完成，叶幕连忙叫了村民，将5000块砖全部搬到了自己家的院子里面，正式开始建房。叶幕又回到暂时租的房子里面，五莲儿已经做好了饭，众人都在等叶幕吃饭。以后大家到时间了就先吃饭，不用等我。那怎么行？相公是一家之主，相公不来，我们怎么能先吃呢？是啊，姐夫，以前在家的时候，都是爹爹和兄长吃完了，我们才能吃的。女婿呀，苏苏说的对呀，咱们家你是一家之主，别说等你一起吃饭，就是等你吃完我们再吃也是正理。岳母大人，咱们是一家人，没有谁大谁小，况且我们家不缺粮食，吃的再多也不怕。听到叶幕的话，老太太感动得快要哭了，越看叶幕越是觉得上天有眼。吃过了午饭，叶幕打算休息一下，却看到陈苏苏神色恍惚。苏苏，怎么了？面色这么难看。相公，是有点事。什么事？不要着急，慢慢说。今天9条村的一个邻居过来串亲戚，顺便告诉我们说兄长准备过来找麻烦。相公，这怕什么？放心吧，有这么多村民，谁也伤害不了你们。相公，若是兄长他真的来捣乱，相公能不能不要伤了他？奴家知道这个请求不好，可他毕竟是我的兄长，请相公看在奴家的薄面上，放他一次吧。这是当然，他就是再恶，能比得过李长顺吗？放心吧，我不会伤了他的，最多就是打发走而已。陈苏苏的这个兄长最多纠结一些地痞无赖，自己随便喊上一声，就能来几十上百个村民，光是人多势众，就能吓得他两腿发软，不足为惧。第二天，叶幕正在造纸的工厂溜达，一个造纸的妇女忽然走过来。恩人，怎么了？恩公，我想回家。可以啊，你家在什么地方？回恩公，奴家的家在里山村。里山村在什么地方？奴家也不知道，奴家自小就没出过村子，只知道附近有个清平县。当时奴家是和丈夫准备到桃源县省亲，我们赶着驴车走了7、8天的时间，就快要到桃源县的时候，我们就被土匪拦住，奴家的丈夫也被杀死了。你家中还有什么亲人啊？奴家家中有个儿子，还有个老母亲。奴家如今已经有半年没有回家，不知他们是否还……叶哥，我想起来了，好像确实有个清平县，就在甘平府，在西川府的边上。这么远？这里距离西川府的边上，怕是有400、500公里。胡子，交给你一个任务，送他回家。放心吧，叶哥，没问题。胡子，这块银子当做你往返的路费，应该是足够了。若是有剩下的，就给你做辛苦费了。这些钱就给你当做安家费吧。感谢恩人大恩大德，奴家回去之后一定为恩公立长生牌位，日日上香，祈祷恩人健康长寿。好了，去收拾一下吧，等下你们就抓紧时间走。胡子，你带上劲弩和弓箭，夜晚尽量住在客栈里面，不要为了省钱而在野外露宿，知道了吗？叶哥，你放心吧，我记住了。谢谢恩人，恩人再见。胡子离开后，不远处却走来了一队黑压压的车队，为首的一人却是叶幕的熟人。小人见过叶先生。阿大，你不是随苏环去北边战场了吗？回叶公子，小人是奉了将军之命，请叶先生帮忙的。是要做劲弩是吧？我包皮军有劲弩在身，大败草原狼亭，将军也得到了兵部的嘉奖，而将军也准备扩建手弩军，所以让小人带着手谕去了京城，准备了制作劲弩的材料，请叶先生帮忙制作3000支劲弩。制作手弩的方法你们不是会了吗？直接在军中制作也不难吧？从这制作完再运回去，至少又是半个月的时间，这不是浪费时间吗？叶先生，将军现在地位比较敏感，这种威力强大的劲弩不适合在军中制作，所以只能请叶先生帮忙，只怪那些朝廷里面的老爷们。既然这样，那你带来的人就不要用了，还是用村民吧。遵命，我家将军也是如此说的，这些人只是用来掩人耳目和护送运输劲弩用的。叶幕连忙安排阿大把东西都运送到工厂里面，又招了一批村民制作劲弩。回到暂住的地方之后，叶幕和家人简单的吃过晚饭，就伏案画图。别墅快要建造好，剩下的就是家具了，现代化的床、桌椅板凳、沙发、衣柜等等，马桶
地下排泄处也都画一下。第二天，叶幕把图纸交给王三，让他先找人打造家具，然后带着人挖掘沼气池。叶幕则是去了县城。客官要些什么？有白灰吗？客官要白灰干什么？那东西都是烧制砖瓦前挑出来的废料，都扔了。这个你不用管，我只要白灰，至少要300斤，你能弄到吗？这倒是有，不过客官您要的话，这价钱。客官，来，您看这里有大约100多斤，后院的车里面还有半车，客官您都拿去就是，我估摸着有400-500斤。好，你安排人给我搬到马车上吧。得嘞。回到工厂，8架造纸机已经完成，叶幕精神一振。这段时间花销可是不小，全靠这2台造纸机勉强支撑着。现在一共有10台造纸机，财政危机很快就可以解决了。叶幕在村里转了一圈，一个女人挎着篮子从村外走过来。叶秀才，吴婶，我这里有个轻松的活，一天10个铜板，愿不愿意干？愿意愿意，这怎么能不愿意呢？我家男人一天也才10个铜板。叶秀才，你真是好人。吴婶，我需要一共30个人，你帮我找吧，一会儿到工厂集合。好好好，我这就去。不多时，吴婶带着30个妇女过来，这些妇女听到有活干，争着抢着要过来。各位大婶大姐，现在这里需要大家学习做纸，接下来大家5个人一组，跟随他们学习，只有一个要求，听话，不许胡闹，干完活每天都去我家领钱。叶秀才，你就放心吧，咱们肯定好好干。此时县城江家大院内，女儿啊，你都闭门思过好几天了，娘求求你不要和你爹犟了，再过几天王府就来人了，到时候你就是不想嫁也不行了。女儿，你说句话。女儿，贵妇人心中一跳，连忙打开门，却看到江玲珑口吐白沫倒在地上。女儿，老爷夫人，刑不如命，小姐被救过来了。女儿啊，你这又是何苦呢？你这不孝女，以为死了就行了吗？你这样做是在给家里带来灾祸。父亲若是如此说的话，那我嫁。不过到时候我会带着那个王爷一起下地狱。你要气死我啊！我江云海怎么会有你这种不孝女？真是先祖不佑啊！罢了，就当他死了好了，让他滚出去。我回复王府就说他自杀死了。娘，不要哭，你应该为女儿高兴才对。女儿啊，离开了家，你可怎么办呢？你一个女儿身，手不能提，肩不能扛，日后可怎么生活啊？娘这些年攒了不少的钱，都给你，等这件事平静下去之后，就接你回来。娘，不用，我只带着丫鬟婷儿就行。我准备去绿柳村。绿柳村那是什么地方？一个村子。江玲珑微微一笑，眼前不自觉地浮现了一个清瘦中却带着笑容的容貌。第二天一大早，叶幕在村子里面随意的溜达，忽然看到2大一小朝自己走来。哎呀，妹夫，你认错人了。妹夫怎么会认错呢？哈哈，你娶了我妹妹苏苏，你不就是我妹夫吗？难道那天我说的话你们2个没听见吗？妹夫，你说笑了。说到底，咱们还是一家人。我不是来找事的，我是来看看老太太的。她大孙子都想她了。老太太不用你们看，都给我滚蛋！妹夫，你……就在这时，陈大发的儿子却忽然身体一晃，倒在了地上。妹夫，你看孩子都饿得不行了，就是想看看老太太。叶幕沉着脸，从地上抱起陈大发的儿子，向着暂住的房子走去。公子，您这是？莲儿，做好饭了吗？先盛1碗粥过来。啊，极品美女啊！死鬼，你看什么呢？好女婿，是不是大发来了？怎么把我孙子也带来了？岳母大人，没事，这孩子饿昏了，一会儿吃点东西就好。女婿呀，大发呢？进来。陈大发顿时一喜，连忙美滋滋地走进去。叶幕则是回到自己的房间。相公，兄长他会不会是来捣乱的？没关系，不过以后你把钱什么的都藏好。我估摸着这一次他们多半是不会走的，多几张吃饭的嘴而已，这倒是无所谓。相公，都是奴家不好，给你添麻烦了，谢谢相公。说这些干什么？夫妻本是同林鸟，这些事不算什么，你保护好咱们的家业就行。吃完早饭，叶幕去了自己家院子。叶秀才今天上午就能把墙面涂完水泥，下午就安装门框。只是什么？只是这种窗户它糊不了窗纸啊。这个时代虽然还没有玻璃，可却有水晶，晶莹剔透的为极品水晶。但普通的水晶并不值钱，我可以通过打磨使其变薄，虽然比玻璃差一些，但也比纸糊的窗户好。王叔，我今天亲自去一趟县城买些水晶，这件事你不用管了。王叔，你只需要负责给房子磨水泥，等明天再涂白灰就够了。好嘞，那我先去忙了。叶幕又来到了工厂的豆腐场地。表姐，让大家先停一下。大家都停一下，过来站好。叶秀才，这么练？对呀，什么事啊？是不是要给我们涨工钱了？诸位不用着急，
这次呢，确实是要给各位涨工钱，不过不是在这里，而是需要大家去县城。我已经在县城里面买了3套店面，日后大家就在县城做豆腐，然后售卖豆腐，每半个月可以轮流回家一次。工钱呢，由每天10个铜板涨到1个月半两银子，也就是500枚铜板。1个月半两银子，1年下来就是6两银子，6两银子就是3天1顿肉都够了。我愿意，我也愿意。咱们什么时候去啊？大家回家简单收拾一下，我们这就走。说完之后，妇女们争先恐后的回了家。表姐，你就不要去了，以后还是在这里干吧。另外，你的工钱每个月涨到1两银子。叶幕安排了5辆马车，用来送这些妇女，带上了武大去了县城。这些人由武大统一管理，而武大的薪资，叶幕也给提到了1个月700铜板。安排完之后，叶幕来到了一处首饰店。客官要买点什么首饰？小店这里翡翠、玛瑙、地方玉、紫檀、黑檀等各种材质的首饰都有。老板，你这里有没有水晶？客官真是行家，小店的水晶都是3番来的上等水晶，晶莹剔透，精致无比。小人这就为客官取来。等一下，老板，我想问，你这里那些品质不好的水晶原料，或者是用完的水晶，都怎么办？都扔了。客官要那些没用的水晶吗？那东西没用啊。我要自然是有用处，我知道这些水晶你们大半都扔掉，不过我需要，我可以买下来。老板尽管出价，只要不是太离谱，在下绝不还价。客官，您要多少？就这么大，至少要20块。这个客官，小人说实话，这个水晶这种东西，平常买的人不多，小店也没有太多，而且还有好多是没有打磨出来的，所以这个把店里面的所有水晶都给他。原来是江小姐，你这是怎么了？介意不说话吧。说着，江玲珑就走到里面，叶幕好奇地跟了进去。一切都是因为多年前我去京城。说了好一会儿，叶幕才明白过来，原来一切都是因为某个王爷看中了江玲珑，想要娶她，可江玲珑不愿意。而之前想要叶幕的造纸术，也是为了给江玲珑增加说话的资本。江小姐，若是不嫌弃，就去我家吧。苏苏一个人正好寂寞。那就叨扰了。对了，还有砖窑，目前也加盖到了10个。另外，你现在这样，江家还能收纸吗？当然没问题，江家定好的产业不会改变。两人出来时，店铺老板已经把所有水晶都拿出来，并且装在了马车上。婷儿，出来走了。叶幕，你弄这些废弃的水晶干什么？做窗户。只听过用木头、用石头做窗子，没听过用水晶的。不是用来做窗框，而是用来做窗面的，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将江玲珑送到暂住的房子后，叶幕来到自己家。叶秀才，现在基本都已经刷完了白灰，下面你看还需要弄什么？王叔，你带上几个人，把马车上的水晶用磨石打磨成这么厚的薄片，大约半厘米的厚度。行，我去安排。晚饭后，叶幕和陈苏苏躺在床上。相公，你觉得玲珑姐姐如何啊？我说苏苏，你可就别乱点鸳鸯谱了。相公，我现在没有那么多心思。再说，要是我真娶了她，你不会不舒服吗？那怎么会呢？相公若是能娶玲珑姐姐，奴家心里会很高兴的。玲珑姐姐不仅会经商，能力强，能帮助相公许多，甚至还和奴家熟识，奴家只会高兴，不会不舒服的。按照道理来说，江玲珑无论是家世还是容貌还是个人能力，都是上上之选。但现在的她就是一个大麻烦。那个什么王爷，若是将来发现江玲珑居然没死，到时候自己可就危险了。相公，你再考虑一下吧。玲珑姐姐她对相公早已经心生爱慕，奴家看得出来。相公你睡着了吗？唉。第二天一早，叶幕刚起来，就看到门口站着一个人。阿大，你怎么来了？叶先生，小人是来告辞的，京弩已经全部制作完毕，小人要带人运送去往边关了。去吧，路上注意安全，代我向你们将军问好。小人遵命。默默，你带我去工厂，通知之前制造劲弩的人，让他们继续制造。我记住了，姐夫，我这就去。相公，奴家已经把账目和玲珑姐姐说了，日后还是让玲珑姐姐管理账目吧。这妮子还是没放过要撮合我和江玲珑的机会。这样也好，有你们帮忙，我也能轻松一下。叶幕，我看了一下账目，这段时间的支出不少，只是收入貌似只有卖给江家纸这一项。这不用担心，县城里面还有3个豆腐店，今天开始也营业了。接下来每个月武大都会给我报一次账，钱也会顺便送过来。账目没有单独找人管理吗？县城距离这里距离不近，一个来回就需要半天的时间。武大那边还是让他管理吧，毕竟我现在身边也没有什么太多的人手。这的确是个问题，账目这方面找的人不一定多有才，但是一定要信得过。叶幕，我有个建议。你说。首先由苏苏、我、你的表姐、苏苏的妹妹默默，我们4个人共同管理账目。随着以后咱家你家的产业越来越多，每半个月就要去单独收取账目，你看呢？这个可以，那就这么定了。这件事你来安排，我先出去看看。这个时代基本都是泥泞的土路，要想富，先修路。我还可以建设上一条公交，
造上一个大的马车，拉着车每天折返与县城和村里。这样一来，不仅极大的方便了通行，甚至还能带动村里的经济。有了想法之后，叶幕回到房间。相公，怎么了？叶幕，什么事这么急啊？是这样，我的打算是……叶幕把刚才自己所设想的打算说了一遍。帮我参谋一下，看看有哪些地方不足的。相公，你想的确实不错。如果真的修好了路，而且又弄了你说的这个公交车的话，相信村里的百姓肯定非常高兴。不错，这样一来，极大的方便了大家去县城，只需要2个铜板就可以走一个来回。日后百姓想要卖些山货，或者是去县城做点生意之类的，都会很好。叶幕，你能想到这样的好方法，简直是太厉害了。按照这样发展下去，怕是用不了几年，就连江家都要成你嫡系了。都是为了造福一方百姓。再说，像是公交车这种，我不在乎有多少收益，哪怕只有1个人，也要运行下去。不过这一切还是要等到修好路之后。修路的话，需要征集很多人。从这里到县城大约有10多公里，大约30里的路程，用脚走的话，都要2个时辰左右。想要修这么长的路，除了大量的财力之外，还有人力、物力，这些你准备怎么办呢？这不是找你们2个帮忙来了吗？计划我已经说了，具体怎么做就交给你们2个了。修路这方面我会交代王三，其他找人之类的，你们2个商量着来，晚上给你们做烧烤吃。丢下一句话，叶幕拍拍屁股潇洒离开。这家伙还真是越来越成了大老爷了。相公他这段时间以来几乎没有休息过，我们能帮他分担一些也是好的。妹妹，既然你相公都这么说了，咱们还是看一看怎么做吧。姐姐，你说错了，你应该说咱们相公。你这妮子，看我不轻饶了你。这边叶幕溜达到了工厂，村民们已经制造出来300-500具静母，足够暂时所用了。沈勇则是负责安保的工作，带着几个壮汉在四周监督。表姐夫，怎么样了？都安全，暂时没有问题。表姐夫，还要注意晚上的安全，让人12个时辰不间断巡逻。还有，要继续招人，至少需要20个人由你率领。届时除了工厂，还有我家里也需要几个人来确保安全。我知道了，你放心就是。陈大发一家这些天吃饱喝足，对叶幕羡慕的不行。晚饭时，陈大发突然开口：“妹夫啊，你看你现在生意做得那么大，有没有哥哥我可以帮上的？”是啊，怎么说也是一家人，有什么活给自己家人干多好。叶幕翻了翻白眼，自顾自地吃起来，好像是没听到一样。苏苏，你说呢？再怎么说也是你兄长，你嫂子家里的事都是相公做主，奴家不做主的。娘，你说句话啊！你看咱们都是一家人，有活不给自家人干，偏偏让外人干，这不是胳膊肘往外拐吗？女婿呀，你看要不有什么不重要的活给你兄长干，你看行吗？陈大发一家真是个麻烦，但是老太太开头我也不好拒绝，倒是有个轻松又赚钱的活。既然岳母大人说话了，就让兄长去吧。好妹夫，是什么活啊？能赚多少钱啊？我准备在县城开一家客栈，明天兄长你们一家就去县城找一个地方租下来，暂时就在县城。等过几天我忙完了就会过去处理，到时候客栈就靠你们维持。至于钱嘛，1个月300个铜板，你们2个人一共600。我说妹夫，你这可就拿我们当外人了。你这一个给你打下手的1个月你都给300铜板，怎么自家人还不如外人吗？哦，那你想要多少啊？怎么也得每个人每个月1两银子吧。妹夫，你银子那么多，多给自家人一些怎么了？兄长，你过分了。怎么说话呢？我是你兄长，男人说话哪有你说话的份？小心我！小心你怎么样？嘿嘿，这样吧，妹夫，咱们各退一步，我们2个人1个月1两银子，这样总行了吧？行，明天早上给你们拿了银子，就去县城找地方吧。有一个前提，没有命令的时候不能离开，只能在县城里面。好，我答应你。1两银子，吃喝用不了多少，自己1个月至少也有个700-800铜板去赌钱喝酒，生活无限美好啊！吃过了饭，叶幕和陈苏苏回到卧室。相公，你怎么答应兄长的条件了？1两银子而已，让他们去做点事也好，留在这里说不定还会坏事。第二天一早，叶幕拿了10两银子，找到了陈大发一家。这10两银子，其中6两是你们半年的工钱，另外4两是用来租地方，具体什么地方你定，只要地方适合开客栈就行，其他的我不管。这辆马车你们赶去，趁着时间还早，早点去吧。好嘞，妹夫，我们这就走了。看着这几个烂人离开，叶幕松了一口气。吃过了早饭之后，叶幕就赶紧回到了家。此刻王三等人已经把水晶玻璃装上，屋内装修完毕。幸不辱命，现在算是完成了。辛苦了王叔，一会儿还要麻烦帮我搬家。好嘞。忙碌了一天，新家终于整理完毕。新式的装修风格让众人移不开眼。叶幕一个开心，决定晚上请大家一起吃饭。叶幕感谢大家这段时间以来的辛苦，也感谢诸位的帮忙。我向大家保证，日后我们绿柳村会越来越好，大家的日子也会越来越好，让大家吃饱穿暖。干！
大家一定想知道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活给大家干，大家又能赚多少钱，对吧？我宣布，夜市商行从今天开始成立。我们夜市商行将在各行进行发展，除了大家所知道的造纸、豆腐之外，将来还会步入工程修建、酿酒、学堂、酒楼、客栈等行业，所以大家日后有很多活干。接下来我们会需要更多的人来加入夜市商行，成为夜市商行的一份子。听到叶幕的话，村民们一阵欢呼。接下来是我们商行的组织架构以及各项任命。夜市商行最高领导者哈扎由我担任，第2级是经理，意为经营和管理，由我的妻子陈苏苏还有江玲珑共同担任，他们的决定不允许任何人反驳。第3级是各部门的管理者，名为部长，财务部部长由陈苏苏、江玲珑兼任，负责夜市商行所有的钱粮调度。工程部部长由王三担任，负责各处建造的管理以及安排设计。安保部部长由沈勇担任，负责夜市商行所有的安全。接下来是第4级，各大工厂的管理者，名为厂长，造纸厂厂长杨彩凤担任，砖窑厂厂长江磊担任。说到这里，叶幕看向之前负责砖窑的工匠，此人是江家的人，也是江玲珑的亲信。江玲珑含情脉脉地看了叶幕一眼，脸上带着喜悦之色。豆腐厂厂长由武大担任。大家只要努力工作，但凡是能力出众或者是有突出成绩的，则可以提拔为组长、主管乃至厂长、部长都有可能。组长每个月可以拿到500铜板的工钱，主管每个月可以拿到1两银子的工钱，厂长每个月可以拿到5两银子的工钱。夜市商行每年年底都会给大家发年终福利和奖金，只要好好干，绝对不会亏待你们。叶幕讲完了一席话，村民们声声沸腾，一顿盛宴一直吃到了半夜子时才结束。叶幕也喝得有些多了，连怎么上的楼都不知道。第2天宿醉醒来，叶幕摸了摸旁边的陈苏苏，小懒猫起床了。苏苏，你昨天也没喝酒啊？怎么你床上躺着的不是陈苏苏，而是一个让叶幕有些发懵的人，江玲珑。我干。相公，你醒了？苏苏，这个相公，玲珑姐姐没醒吗？苏苏，昨晚我喝多了，她怎么会在我们的房间？昨天把相公搀扶上来之后，相公就抓着我们2个不松手，没办法，只好3个人挤在一张床上了。那我的衣服是怎么脱的？是早上的时候，我醒了帮相公脱的衣服。昨天喝多之后吐了一身，已经让莲儿帮相公洗了。那就是我还没动手动脚。相公，玲珑姐姐的清白可都交给你了，你要是不娶她，以后也没人敢娶她了。这个以后再说吧，我先去看看他们做好饭了没有。家主，家主如果不喜欢，我还是称呼您公子吧。无所谓，称呼而已。对了，早饭要记得煮一些鸡蛋，每人每天必须吃1个鸡蛋。好的。吃饭的时候，众人到齐却不见江玲珑下来。江玲珑呢？怎么不下来吃饭？陈苏苏抿嘴一笑，有些戏谑地看着叶幕。叶幕顿时恍然，亲自去找江玲珑。怎么不下去吃饭？不想吃。昨天我确实是喝多了，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愿意负责。你怎么负责？娶你做老婆。你这人怎地如此直白？直白一点好，你都如此了，若是我再扭扭捏捏，那还算男人吗？江玲珑脸色更红，美眸中被喜悦之色充满。等再过一段时间，就办一场婚礼，还有苏苏，一定给你们一场盛大的仪式。先吃饭吧，饿坏了可就不好了。叶幕上前拉起江玲珑的手，江玲珑浑身一颤，却没反抗。过了早饭，叶幕安排人叫来了王三和武大到会议室。王部长，商行准备在绿柳村和县城中间修建一条路，宽度3丈，用混凝土填充，上面用水泥和细沙混合物覆盖。具体需要多少人手你自己安排。今天你带人去走一遍，明天告诉我你的计划还有时间。是，我这就去安排。吴厂长，这是一份酿酒的流程，你按照上面的方法尝试酿酒，酿好之后向我报告。家主，2位夫人，这属下没有酿过酒，这万一……没关系，多试几次，总会酿出来的。武大这才点点头，行个礼之后，拿着纸匆匆走了出去。相公，需要我们每天盯着修路和酿酒吗？不用，下面还有更重要的事要你们做。叶幕，现在已经有好多事了，再搞别的东西，怕是忙不过来了。你喊我啥？叶幕啊，有问题吗？姐姐应该喊相公才对。好吧，相公。修路有王三负责，你们只需要每隔一段时间检查一下进度就行。酿酒没有什么时间限制，不是要紧的事。现在最要紧的就是办学堂。叶幕，哪里去请人呢？用钱砸，1两不够就10两，10两不够就30两。学堂是重中之重，想要让绿柳村发展起来，必须让孩子们读书识字。另外，玲珑，你派人把婷婷还有小春带回来，咱们去选个地方兴建学堂。3人在村中转了一圈，叶幕悲催地发现村子里面没有合适的地方。若是建个学堂，则至少需要买下来10户左右的人家，这些都好说。可是建了学堂之后，周围都是黄土房子，显得有些标新立异，突兀得很。你该不会是想把村子都重建一遍吧？哪能呢？
重建一个村子，好几百户人家，恐怕就是江家也会捉襟见肘吧。还是在村外修建吧。你准备找谁干这个事？王三要修路，根本忙不过来，而且修路是个大工程，将近30里的路，用500个村民最少也需要半个月的时间。相公，若是从其他村子找人呢？还是妹妹聪慧，我倒是忘记了。这个主意不错，我之前也没想到，看来是时候用其他村子的人了。这样下去，将周围的几个村子都并进来，或许会连成一片。叶幕带着2个老婆回到了家里，同时让武莲儿去找王三，让王三带2个会看图纸的过来。家主有什么吩咐？叶幕把盖学堂的事和他们说了一遍。家主您可说着了，您知道县城有个江氏书院吧？7、8年前，俺就和王三哥去干过，熟络得很。家主您放心就是，俺们肯定干得漂漂亮亮的。这是我之前画好的图纸，拿回去你们2个多看一下，明天就集合人手，至少需要100个人。好嘞。午饭后，叶幕正在休息，一个熟悉的人急匆匆找来。叶先生，边关有变故，我家将军想请先生去军中，大量制造劲弩。边关什么变故？北方狼庭前次因为劲弩损失惨重，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了一种奇怪的野兽，那些野兽皮厚得很，再装上盔甲，就连劲弩都无法射穿。战神关3大军损失惨重，我波皮军更是损伤了1/3。那野兽是什么样的？有多厉害？这野兽状似黄牛，但体型却比黄牛大得多，皮也比黄牛厚。一只这种野兽身上可以坐2个狼庭兵，而且这种野兽头上有1根独角，坚硬无比，甚至可以撞在城墙，将城墙都能撞出一个洞来。若非是将军在战神关前用火攻卸退了这些野兽，怕是战神关就失守了。这不是犀牛吗？难道说大魏的人还没见过犀牛？叶先生，咱们快动身吧，将军还急等您过去呢。这件事不是着急能着急来的。之前我囤了一批劲弩，大概有几百只，而且还要准备一下。我们明天出发。把二安排到客房去休息。叶幕找到了陈苏苏和江玲珑，把自己准备去战神关的事说了一遍。相公，你准备什么时候走？相公，你准备什么时候走？相公，你要去多久？战事急迫，明天就走。不过我不是去战场，而是在军营中制作劲弩，应该没有什么危险。制作劲弩10天半月都有可能。若是边关被破，我们就算是有再多的钱，也会被抢走。所以这一次我不得不去。你们放心，我一定安全回来。只是家里的这些事情就要交给你们2个打理了。叶哥，我回来了。是胡子，这些日子少了胡子，我干点什么事都不方便。现在胡子回来了，正赶上我要去边关，可以带上胡子了。怎么回来这么快？叶哥，我把人送回去之后，本来准备马上回来，谁知道马车坏了，而且马也走不动了。我一急就把马卖了，然后买了一匹快马，星夜兼程赶回来的。辛苦了，你先回去休息，明天跟我出趟远门，去北方战神关，有问题吗？没问题，叶哥你去哪我就去哪。第2天一早，叶幕吩咐王三安排人将劲弩送到战神关，自己则是和胡子阿2快马加鞭先行。直到第2天晚上，3人已经走出了1000多里。叶幕叩响一户农户房门，打算出钱借宿休息。几位，你们找谁啊？大娘，我们是赶路的，因为天色太晚，错过了客栈，所以想要借宿一晚，叨扰老人家，川字奉上。几位里面请，快里面请。多谢大娘，还请大娘帮忙给我们的马喂一些草还有水，多谢。这是我大儿子以前住的，他早几年参军去了，这房间就空着，床也挺大，你们不介意吧？不介意，多谢大娘，有地方住就已经很好了，这里干净整洁，求之不得。那就好，你们先休息一下，我给你们喂马，然后再给你们做点饭吃。多谢。几位，吃饭了。大娘，你儿子去哪里参军了？他是去了北边，听说是什么皮军的地方。大娘，你儿子叫什么？我儿子啊，叫赵军，等他回来就给他说一门亲事，这个屋子就给他当新房。阿脸色一变，张了张嘴，却被叶幕用胳膊碰了下，顿时闭嘴。你们吃吧，我再去给马添点草。二，怎么回事？赵军是将军的侍卫，上次战神关大战，他为了救将军。吃完了，休息吧，明天还要赶路。第2天，叶幕3人早早的起来，跟老太太告辞离去。老太太收拾3人住过的房间时，却发现桌子放着一锭银子，足足有20-30两。老太太拿着银子，颤颤巍巍的出门，却不见了叶幕等人的踪影。终于在傍晚的时候，3人来到战神关。战神关前有3座庞大的军营，分别守着3个方向。先生，左边就是我们包皮军，是老侯爷留下的，现在由我们将军统领；右边的是铁马军，是战神关监军吴勇的侄子吴信统领的，也是和我们将军最不对付的人。吴勇，当初沈勇退役，只拿到了1两银子的钱，好像就是因为这个监军吴勇从中贪墨。不错，这个吴勇贪婪无度，不仅贪墨军士们的钱粮，还安插亲信，排除异己。铁马军的吴信
屁本事都没有，就仗着是吴勇的侄子，才成了铁马军的统领。朝廷不管吗？小人也不知道，只是好像听我们将军说起过，吴勇在朝中背景很大，就连将军也不太好得罪。中间的那座军营呢？是谁的？这怎么不能说？不是不能说，而是这个。算了，我们先去找你们将军。苏桓，你怎么让你见笑了？怎么回事？你该不会是自己冲锋陷阵去了吧？一野兄，想必R告诉你了，郎廷弄来了一种奇怪的野兽，我军大败。为了查探这野兽的来历，我带人摸出去，却中了埋伏，凭着劲弩才侥幸不死。一野兄，我这次请你来，就是希望能多做一些劲弩，争取做到全军人手一支，这样或许攻略不足，但防守却有余。你这里随军工匠够不够？在此之前，我就让父亲大人从京中找来了制作弓弩的100名工匠，足够你用了吧？够了。哦，对了，刚才我进来的时候看到中间那座大营，那是谁的？这个叶兄，你问这个干啥？好奇而已。叶兄，我劝你还是别打听了，知道太多了对你不好。苏兄，究竟是什么身份？难不成那座军营是你兄长的？好吧，不过你可不许外传。中间那座军营名叫五杀军，乃是我大魏最精锐的军队。这个五杀军的统领是个女人。苏兄，这女人是什么人？难道是什么公主？这个不得而知。此女名为黄真，3年前突然出现，顶替了赵王，接掌了五杀军。你知道吴勇吧？听说过，是个垃圾。就是他。吴勇在朝中很有地位，可就算是他，也不敢招惹黄真。这女人来了战神关之后很少出现，就连军议都很少参加。战神关大都督方平朝都不敢说话。不说他了，先找个人带我看看吧。今天就准备制造，早点造完，我好早点回家。杨东飞，进来。请将军吩咐。杨东飞，这是叶默，是我请来制造兵器的。你带他去攻器营，需要任何东西都不必再经过我，他有全部的权利。是，叶先生，请跟我来。你好好休息，我忙完再过来。叶幕跟随杨东飞出了帅帐，直接来到了军营的后面。见过杨将军。孙老、李老，这位是叶幕。叶先生，将军有令，从现在开始，你们攻击营听叶先生指挥，任何人不得违抗叶先生的命令，否则当以军法论处。叶先生，我就先回去了。两位有礼了，下面还需要两位鼎力相助。叶先生，看你年纪轻轻，想必也不懂什么工匠。我们知道你是上面派来的，你说任务我了做，其他的事情就别指手画脚了。召集所有工匠集合。说完之后，叶幕就坐下闭目养神。两个老者对视一眼，眼中皆是不屑。不过叶幕毕竟是苏桓安排的，他们不得不听从。足足过了1炷香的时间，上百个工匠才集合在一块。各位，从今天开始就要开始制造兵器，图纸在这里。叶幕将之前制作劲弩的工序以及注意事项全部讲了一遍。明天开始制作，过程我不问，但每日至少要做出1000支，否则你们两个就等着军法处置吧。安排完毕，叶幕直接来到了苏桓的帅帐。叶兄，完事了。叶幕正要说话，外面却忽然响起一阵轰隆的声音，急促的马蹄声嘈杂传来。坏了，郎廷进攻，全军戒备。禀将军，郎廷进攻，火把遍地，看样子怕是有近3万敌军。五杀军和铁马军呢？五杀军和铁马军各出3000人，在城头防守。我包皮军虽然只有1000，却有劲弩傍身，同样可以暂时抵御住。苏将军，方都督有令，命你包皮军出城击退敌军。本将知道了，吴监军请回吧。苏将军，若是延误了军机，他是吴勇。不错，你也看见了，他这股盛气凌人的劲儿。杨东飞，命你带2000人出城迎敌，敌进我退，敌跑我停，一切以守关为要。另外射火箭以乱敌。末将遵命。包皮军上一次损失惨重，如今不足4000人。只是这郎廷怎么在晚上进攻，有些奇怪。晚上进攻，天这么黑，就算是有火把，想要登上城墙也难如登天吧。只要一通乱石砸下来，再加上火箭，攻城的人绝对会损失惨重。难不成郎廷有什么诡计？会不会是想要偷袭粮草？这不可能，粮草不在这里，粮草都在方帅那里，每日派人送来，不可能有任何闪失。不如我去城墙上面看看吧，或许能看出什么。这是我的随身令牌，你拿着它可以通行无阻。那边有一套盔甲，你穿上吧。叶幕点点头，走到箱子旁边，拿出了盔甲，快速穿上，带着令牌，领着胡子直奔战神关而去。你谁呀？我怎么没见过你？你不用见过我，见过将军令牌就行。末将听命。郎廷军仗着人多，已经逐渐没了耐心，现在已经动用了犀牛，谁知道接下来还有什么样的阴谋诡计？叶幕紧皱眉头，让胡子先在城墙上，自己下来探查。就在这时，天上忽然一声雷，紧接着一阵大雨就倾盆而下。这种天气，敌军前来进攻，这分明就是扯淡。郎廷一定是搞什么阴谋。就在这时，
叶幕的目光忽然凝聚到了城墙下面。正常雨水流到这里会慢慢堆积，然后形成水坑，可雨水流到这里居然消失了。这种坚固的城墙都是地基很深，这里怎么会有石头？有大问题！你马上带一队人把这里挖开，快！是。天将没有任何犹豫，安排士兵们开挖。不多时，一块青石板出现在了众人眼前。敌军果然是在挖地道，这场战斗就是一个障眼法，为的就是让人从地道进入城中而掩护。来人，准备大石头，还有锹，马上检查附近方圆100丈的地方，特别是房子里面，但凡发现有青石板的地方，立刻安排2队人马。是。不多时，天将来报，发现了3个青石板。胡子这时也从城墙上跑下来给叶幕报信。叶哥，敌军好像要退了，边打边退。砸！投石！一声令下，将士们立刻把石头扔到下面，一阵阵惨叫的声音传出。众军围困100丈之内，不许任何人进出，给我狠狠地搜！将士们听令行事，马上就在一处房屋内发现敌军，用了不到2炷香，就斩杀了将近1000敌军。大人神机妙算，末将佩服。若敌军凭借外面的战斗掩护，从地道之中钻出来5、6千人，里应外合，战神关必然失守。将所有地道堵住，3步一岗，5步一哨，严防死守，令杨东飞鸣金收兵。刚进苏环的帅帐，苏环就激动地看向叶幕。叶兄，叶兄，你真是及时雨啊！苏兄，这恐怕只是敌军的一次试探，接下来还会有大动作。看来敌军这个大动作应该就在3日之内，看来要……苏兄，你怎么样？你也看见了，我如今重伤在身，不要说独战，就是说话都有些困难。叶兄，我有一事，还望你答应。你说。我重伤在身，已经不能再统军了，所以这段时间，我希望叶兄你能带我统领包皮军。这不行，我没有带兵打仗的经验，你还是找别人吧。对了，那个杨东飞就不错。杨东飞勇猛有余，智慧不足，而叶兄你今日一役，足见叶兄胸怀韬略，相信你统领包皮军，绝不会在我之下。而且若是你不统领，吴勇必然会掺上一脚。这包皮军几乎都是当年我父亲一手打造，绝对不能毁于吴勇这个小人的手中。好吧，那个吴勇的确是个草包烂货，若我再推辞，才是真会害了苏兄，害了剥皮军，乃至害了大卫。好，届时我会上书一封，你的身份就是我的代言人，虎符由你掌管，我放心。第2天一早，叶幕早早的起来，杨东飞看到叶幕，立刻走了过来。大人，末将杨东飞听候差遣。杨将军，继续按照原来的日常进行操练，另外加强巡逻，所有人进出都必须要口令。末将遵命，请大人示下今日口令。口令长河，回令落日。是。吃过饭之后，叶幕坐在帅案后面，看着这段时间以来的军中情报，事情远远比他想象的严重得多。叶兄，感觉如何？情况很糟糕，兵力少，后继无援。一旦郎廷大军狗急跳墙，战神关就会岌岌可危。可否请朝廷增兵防守？如今大魏四面受敌，到处用兵，朝廷根本无力支援北方战场。如此的话，那我战神关3万大军必须扭成一股绳，方才有机会解除战神关危机。很难，你也看到了，3路大军各自为政，五杀军统领，神龙剑手不见尾，铁马军吴勇更是小人一个，想要团结他们根本不可能。苏兄，那就只有兵袭郎廷大营，方可有一丝机会扭转被动局势。你可有把握？如今局势唯有置之死地而后生，就算没有把握，也要有把握，因为这是我们唯一可行的办法了。你这是干什么？叶兄，如今我重伤在身，所有的重担都落在你身上，这一拜是替包皮军所有兄弟和关中百姓拜托了。你不必如此，快起来！我也是大魏子民，守住战神关就是守住我自己的家园，你大可放心。好，如今既然有了计划，那自然是召集诸将商量对策，落实计划。今天请诸位过来，是商量一下破敌之策。将军如此自信，想必心中也有良策了吧？不错，我决定兵袭郎廷大营。将军，请恕我直言，如今我剥皮军5000人，守关已是不够，如果再分兵奔袭郎廷大营，一旦城防有失，可怎么办？你说的不错，但咱们是突袭，并不需要多少兵力，况且也只有这样才可扭转被动局势，解战神关燃眉之急。将军，那你需要多少兵力？我决定从你们各个营中抽取500名精干组成一支队伍，由我直接统领，奔袭郎廷大营。届时郎廷大军肯定会发生大乱回援，你们趁机率军杀出，能杀多少是多少，但切记追敌不可超10里，以免敌军反扑。好了，诸位，军情紧急，赶紧去安排吧。第2天，叶幕同胡子走出了营帐，杨东飞带着他们来到500人队伍前。大家好，将军好。我知道你们都是剥皮军中精锐的精锐，你们将去干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而这件事一旦干成，你们将是大魏的有功之臣，但同时这也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可能一去不返，这其中也包括我。但我问你们，你们怕吗？不怕。不愧是我大魏国的好男儿，
这身后就是我们大魏王朝，是我们誓死捍卫的地方。这其中住着我们父母、妻子、儿女，所以即使怕，也要跟我上，不灭狼庭，誓不还。夜幕虽然长得柔弱清秀，但身穿战甲，声音激昂，充满热血，将士们个个杀气腾腾，战意凛然。天色已暗，随我出发。战神关外，一队黑压压的人马停驻于此。将军，前方3里半山腰下发现敌情，大营灯火通明，戒备森严，歌声舞酒绵绵不绝。这才区100里，难道是狼庭大营？大营一般在大军内部，怎么会在前部？你可看清楚了？清楚了，这下方不是狼庭大营，而是他们的什么亲王大营。这亲王大营怎么会在这里？据说这狼庭的亲王不满主帅抢战功，所以就带兵驻扎在了这里，想要凭一己之力攻破神关，拿下头筹。但这亲王是个好酒好色之徒，天天沉迷于酒色之中，完全忘了自己该做的事。而且他所带领的3万狼军全被他支在了10里开外。家主，这可是个好机会啊，打不打？你这情报可靠吗？是抓了他们一个小统领问出来的，绝对可靠。预定的目标是狼庭大营，让他们大军大乱，好达到扭转被动局势的目的。而拿下亲王大营，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吗？可是如果不拿，也很是可惜。这可是亲王啊！就在夜幕为此左右为难时，敌军大营传来马蹄奔跑的声音。只见一名膀大腰圆、地位显赫的壮汉来到大营关卡前。见过完颜主帅，你们的亲王在吗？在，大帅里面请。没想到这10万狼庭大军的主帅完颜宗居然也出现在了这里，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一个亲王加上一个主帅，狼庭大军必乱。胡子，你带一队人马守在关卡大营前，一只苍蝇都不允许给我放出去。得令。剩下的人分4队从4面突袭，记住，目标是狼庭亲王和狼庭主帅，只许招活，不许杀死，明白吗？明白。分析之后10个呼吸必须解决战斗，然后迅速撤离，不许恋战，行动吧。这弓弩准备，下一秒箭如雨发，涌进亲王大营，射在了每一位狼庭士兵身上。亲王，主帅，快走！慌张什么？出了什么事？快说！回主帅，有敌袭，快走吧！像话！我狼庭大军的驻扎地哪里来的敌袭？去，马上打探清楚，到底什么情况？主帅，已经来不及了，你和亲王先走，我们来断后。你的3万大军呢？在哪？我安排在了10里外驻扎。完颜成啊，完颜成，你真行，把大军丢在10里开外，自己却跑到这里快活。完颜宗正要出去厮杀时，一支箭头射了进来，痛得他瞬间失去了战力。完颜主帅，有礼了。大魏两脚羊，敢抓本帅，你们就等着被我狼庭大军报复吧！到时你们一个都逃不掉。完颜主帅，你还是多担心你自己吧。10万大军无帅，你说他乱不乱？你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就只是把你和你们亲王被抓的消息给散播了出去。这个时候，想必你的大军应该都知道了。想以此来祸乱军心，你以为他们会信？你的帅旗和亲王的王旗都被我送到了他们手上，你说他们会不会信？据本将军所知，你狼庭大军内斗很厉害，主帅被抓，他们现在恐怕都在想着怎么继承你的位置吧。带走。这边的事情刚解决完，狼庭10万大军果然大乱。报，前营狼军开始回撤，请问是否下令行动？看清楚了吗？是大军回撤，还是小部分回防？是大军回撤，黑压压的一片。传我命令，给我杀！不知过了多久，战场上狼烟弥漫，尸横遍野，充斥着浓郁的血腥味。这一战，他们包皮军可算是立了大功。战神关前，铁马军吴勇和五杀军的副将都难得的走出营帐，迎接包皮军。这其中还有节制3军，名义上的大将军也走出来迎接。苏将军，祝贺你啊！你包皮军立下如此大功，圣上要是知道，肯定龙颜大悦。包皮军立了大功，好像跟你苏桓没有什么关系了。得意什么？在下有没有功，这个无所谓，只要包皮军有功，在下就心满意足了。苏兄，你怎么跑到这来了？你率领包皮军立下如此空前绝后的大功，我来接你是应该的。是啊，叶将军，你取得如此大功，圣上肯定龙颜大悦。用不了多久，你包皮军全体将士恐怕都要官升1级了。这位是节制3军的吴大人，经常来的。吴大人，吴勇本来不屑，当他余光瞥到后方2个五花大绑的人时，整双眼珠子快掉了下来。来，完颜主帅，叶兄竟如此厉害，能把狼庭主帅活捉了回来。这下我大魏王朝已经有资格与狼庭谈判，甚至逼他们退兵，彻底解决北方战场的危机也不是不可能。叶将军，这下你可是为大魏立下了不朽的功劳了。我马上押这2人回京，等候圣上发落。吴大人，这恐怕不妥吧？人我抓的，怎么处置，理应由我决定。怎么，你还怕我抢了你的功劳不成？
他们两个暂时还有用，还不能离开。就是因为有用，所以才要押回京城。叶幕，这事已经不是你能管的了。是啊，叶幕，人虽然是你抓的，但你还没有权限来处理，乖乖把人交出来，坐等你的功劳就是，不然弄巧成拙，到时可是要连累整个包皮军啊！哼，没有我的命令，你们谁敢动一下试试？你好，叶幕，我会拿圣旨来让你放人。叶兄，你苏兄，郎廷师主帅虽暂时无暇再攻占神关，但等他们缓过神来后，肯定大军来犯，到时我们手上没人，只会惹得他们狗急跳墙，所以这两人不能送回朝廷，只能留在这里。那你刚才怎么不解释一下？以那吴大人的心性，到时不参你一本才怪。我根本不在乎功名利禄，只在乎弟兄们的安全，对得起关中百姓。这时苏桓却打算和叶幕道别了。叶兄，我就要启程回京了，包皮军和战神关就全权拜托你了。怎么这么突然？你也看到了，我重伤在身，已是无用人一个。再说你又立下如此大功，能力已在我之上，把包皮军和战神关交给你，我很放心，弟兄们也都服气。再说我也很累了，想到后方去休养休养。那你什么时候出发？马车早已准备好，本来鸡鸣就出发，但却突然传来你得胜的消息，所以才留到现在。好了，叶兄，人终有一别，就此别过吧。包皮军将士全体都有，恭送苏将军。这一别又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我郎廷堂堂亲王与主帅，竟然被那敌军给抓了去，谁告诉本王这是怎么一回事？阿富达，你是前军统领，你来说说，为何在10万大军看守下，主帅还是被捉了去？回皇上，臣也不清楚，只知道完颜主帅说要去找亲王讨论几件事，然后就被敌军抓了，这可能只是个意外。朕自然知道这是意外，但朕想知道这个意外是怎么发生的，为何在我郎廷大军层层守卫下，还会发生这种事？臣也不知道啊，皇上。阿骨抓，你是3万禁卫郎军统领，你怎么看？回皇上，罪臣该死，罪臣没有守护好亲王殿下，被亲王殿下支在了10里开外，臣该死。既然如此，那你们就去死吧！来人，把他2人拖下去砍了。皇上饶命了！皇上，你们应该知道我郎廷对于失败者的惩罚是什么。请皇上息怒，臣有一言，不知当不当讲。你有屁就快放！那大魏敌军如此处心积虑地抓走2帅，想来图谋已久，虽不知其目的，但目标都一样，那就是打败我郎廷大军。我堂堂郎君英勇善战，岂会怕他们打败？的确如此，但皇上要是杀了2将，岂不是刚好中了他们下怀？不管怎么样，削弱的都是我们自身力量，还请皇上三思。本来是要杀了你们以尽军心，但军师说的也不无道理，所以暂时可留你们2人一命。但如果不将功补过，踏平战神关，你们2人依旧得死。谢皇上。军师，我郎廷主帅还有亲王还在敌军手中，你可有什么办法把他们2人救回来？皇上，你想想，那大魏处心积虑地抓走2帅，无非就是想让我们退兵，好还他们北方一片宁静。那就从了他，2帅自然可平安归来。军师，你可知你在说什么？想让朕退兵？做梦！皇上，我们答应退兵是假，主要目的是迎回2帅。至于献义那东西，只有他们中原2角羊才会玩的把戏，对我们郎廷根本没用。李泽广啊，李泽广，你真是个危险的小人呐！不过朕喜欢他，那就按你的计划来办，由你全权负责此事。记住，朕只要回2人，不管其他。臣明白。此时大营外，一名鬼鬼祟祟的郎廷士兵正在靠墙偷听，他身材高挑，宛如细柳，颇有女人相。战神关守军中竟然有人能抓住郎廷主帅和亲王，此时我还有重要任务在身，无法掺和此事，只希望朝中那些家伙能靠谱点，别把这种难得的事搞砸了才好。而此时的大魏王朝波澜壮阔的大殿外，正跪着几名朝中大臣，而且整整5年他们没有见到皇帝了。各位大人请回吧，皇上说了，这种小事你们决定就好，无需再禀报。曹公公，皇上怎么会觉得这是小事？那可是郎廷亲王跟主帅啊，是关系到整个北方局势能不能得到解决的因素。皇上他……太尉大人，你可是节制天下兵马的大臣，这种事就交给你去处理就好。皇上说了，处理不好，你这个太尉就当到头了。皇上啊，皇上，您到底什么时候才回来？老奴快演不下去了。尤大人，你是太尉，你说该怎么办？听曹公公的意思，皇上这是要把这件事交给我负责。可是这种关乎王朝安危的大事，我该怎么负责？是啊，皇上就把这比做成小事。哎，
终究还是太年轻了。这样吧，我看先赏赐包皮军，至于郎平那边，等他们使者来再谈判好了。我可是听说您是接管包皮军的那位，可是个硬茬，连你派去节制3军的吴大人都敢顶撞，那可是3品大员。那吴大人纯属愚蠢，竟想把郎平主帅和亲王带回京。我倒是觉得那叫叶牧的小子是个难得的将才，这种人一旦培养好了，那可是国之大幸。有大人爱才之心，已是国之幸事。他现在不是代理将军一职吗？我看干脆把代理去掉，正式让他统领包皮军，官封5品中郎将，你看怎么样？奉朝廷官阶，需要皇上批准，这个我们可做不了主。由我提名，你上书一起递交给皇上，我想皇上应该会同意的，毕竟这可是为我大魏立下了大功的有功之臣。好吧，就按你说的做，封他个5品中郎将。不过郎廷来时真的会来我大魏吗？他们要想要人就不得不来，我现在担心的是这些狼子野心的家伙到底会不会信守承诺。此时战神关外，叶牧带领着500精锐将士正与对面郎廷中3名骑于犀牛上的男子对峙。大卫两脚羊，赶紧把我郎廷主帅和亲王交出来，否则本统领一声令下，身后的几10万铁骑就可顷刻间踏平你战神关，到时定让你大魏鸡犬不留。那你大可试试，我保证你敢动一下，你就再也见不到你家主帅和亲王。我对你们大魏朝的统兵将领几乎都有研究，特别是战神关的守将，我都能叫出名字来。但对于你，我们将军威名赫赫，刚大败你郎军，抓了你家主帅和亲王，你居然不认识？小子，原来是你抓走了亲王殿下，赶紧给我放人！如果你们今日此来就是为了胡搅蛮缠，那还是请回吧，本将军没空搭理你们。好了，将军孤军深入我郎廷大营，抓走主师，如此能力，着实让在下佩服。我郎廷的皇已经决定，只要你们交还2帅，我郎廷就此退兵，再不侵犯北方，你看如何？郎廷的军师对吧？你看我们像3岁的小孩吗？竟说这种口头上的保证就想让我们放人，你是不是还没睡醒？将军说的对，那就请将军说说你们的要求。要求不敢当，我也没资格提。你们要是真心实意，那就请到我大魏王朝去找圣上谈吧。好吧，那就请将军开路吧。军师，没事，我去就会。在这期间，你们不可乱动。将军，那就请带路吧。将郎廷军师带回营中后，叶牧把胡子叫了过来。胡子，你带上1队精锐将士，一路护送他到京城。记住，如果他有什么举动，就格杀勿论。明白。禀将军，朝廷的王公公来了，正在营外候着。中郎将叶牧听令。自先皇开始，北方局势日益渐危，幸得包皮军驱敌于外，保边疆太平，解朝廷压力。特此赏包皮军全体将士1等功，官封1级，赏黄金100两，白银1000两，美酒1000坛，米食肉干1000袋。另包皮军新统领叶牧才能卓越，捉敌有功，治军有方，劳苦功高，特封5品官阶，正直中郎将，接掌包皮军。叶将军接令吧。他虽然不是皇上的圣旨，但同样是皇上的意思。谢皇上隆恩。可恶！顶撞了吴大人还能升官发财，我费了那么多手段，也才是6品官阶，叶牧他凭什么？王公公，不多留几日吗？不了，咱家还要立马回京复命，就不打扰你们了。对了，叶将军，太尉大人让我嘱咐你一声，要善待好郎廷的主帅和亲王，同时也要多注意一下郎廷的动向。这个还请放心，我知道怎么做。2个将领被抓，郎廷军肯定不会就这么善罢甘休。叶牧隐隐觉得接下来将会有什么大事发生。此时的安稳只是暴风雨前的宁静。